穿越斗罗，你从襁褓中的婴儿开局，没有系统和金手指，也没有老爷，也没有出生在唐神王所在的圣魂村，而是出生在星斗大森林边缘的星罗镇。父母在一次魂兽暴动中死去，如今6岁，马上就要觉醒武魂了。斗罗大陆的世界血脉传承很重要，武魂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上限。如果父母的武魂很垃圾，那么子女大概率也不会觉醒什么好的武魂，甚至可能连先天魂力都没有。想到此处，你叹了口气，希望自己能不那么废物。前来觉醒武魂的是一位武魂殿执事，并非瞎眼斗罗涛哥，对方的武魂是一柄剑，还是个39级的战魂尊。排在你前面的是一个小女孩，武魂是一条金线蛇，先天魂力5级，在这样的小镇子绝对算个小天才。果然，小女孩接受了邀请，选择加入武魂殿。随后，你按照这位武魂殿执事的指示，站到了觉醒法阵中。随着金色的光芒融入身体，你感觉到了身体在发热，不用对方提醒，你很自觉地伸出右手，一棵小树苗缓缓浮现。不错，是气武魂。这位战魂尊的脸色很好，感觉自己今天的运气不错，连续遇到2个好苗子，要是都能召入武魂殿，又是一笔工钱。试试你有没有魂力。他将蓝色水晶球递了过来，你将右手放了上去，然而没有任何反应，可惜没有魂力，你成不了魂师。战魂尊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，你默然站在一旁，表情却没有多么失落。在武魂觉醒的那一刻，你差点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表情，因为你的武魂乃是世界树，虽然刚发芽，但只要将其种下，便能从大地汲取营养，反哺本身。只要世界树成长到一定程度，就会自动凝聚最适合自己的魂环，获取你最想要的魂技。世界树猎杀的生灵能力也会被你随机获取。除此之外，随着世界树的不断生长，还会衍生更多的能力，甚至可以让你伪装武魂，拥有数之不尽的武魂。在知晓了世界树的能力后，你就明白自己必须得苟起来，因为你的武魂特性太泄魂师了。万幸现在是先天灵魂力，在武魂殿的这位战魂尊看来，没有成为魂师的资格。星罗镇所有适龄的孩子都完成了武魂觉醒，17个小孩中有3个拥有先天魂力，他们都选择了加入武魂殿阵营。没办法，距离星罗镇最近的一座城市也在100里之外，他们镇子可没有在那边魂师初级学院的攻读生资格。你本就是吃百家饭长大，此刻没有先天魂力，镇子上的人也就不再关注，毕竟大家日子都过得很难。以前你是一个小娃娃，随便吃点也就养活了，若是你能成为魂师，将来说不定还能回报1、2，但现在成不了魂师，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出息，自然也没有人关注你。你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，本来就是非亲非故，星罗镇的人能把你养大到6岁，你已经很感激了。如今武魂觉醒，世界树武魂又太过特殊，你自然要远离人群，简单收拾了自己的家当。你来到了星斗大森林边缘，将世界树召唤出来，直接扎根大地，跟其他小树苗混在一堆，毫不起眼。这是世界树的一大特性，伪装。大地的养分被树根汲取，世界树开始了生长，同时又有部分能量被输送给你。在感受到这股能量入体后，原本困扰着你的饥饿感瞬间消失不见，这股能量更是在一遍遍洗刷你的身体，从中逼出大量的废物垃圾。转眼1个月过去，你忽然感觉体内有什么东西变了，下一刻身体外浮现出一道紫色魂环，你双手扬起，照出第一魂技缠指，2根急速生长的树藤以不同的形态击出，一根如同头毛般洞穿了前方的树干，另一根则是缠绕上大树，勒出几道寸许深的纹路，同时树藤上还能衍生倒刺吞噬对方的魂力。试验完自己的第一魂技，看了看明显小了不少的衣服，你决定去最近的城池换身装备，然后前往索托城武魂殿完成魂师注册。买完衣服后，你稍稍打听了一番史莱克学院的位置，虽然没打算介入唐神王跟武魂殿的纷争，但你还是想了解一下自己处在什么时间节点，从而决定自己接下来要做点什么。到了史莱克学院，你发现唐神王还没来到史莱克学院，但是戴沐白已经来了，并且身边也有了那对双胞胎美女。看来自己穿越过来的时间点比唐三晚好几年。为了不让仙草这份机缘被他抢去，你径直前往了落日森林。冰火两仪眼位于这座巨大森林的核心位置，沿途上万年的魂兽不知凡几，没有强者随行，一般的魂师进来就是找死。不过你还是照出世界树，释放出莹莹绿光笼罩周身，偷摸摸的靠近了落日森林。毕竟世界树的伪装特性可以加在自己身上。此时不管是魂兽还是魂师，即便是封号斗罗，肉眼看到的也只会是一棵树。虽然知道冰火两仪眼的位置，但这落日森林太大了，高耸的树木遮天蔽日，你小小一个人，一旦进了落日森林，若是迷失了方向，不敢想结果会怎样。正当你要一头闯进冰火两仪眼时，忽然停下了脚步，居然把10万年魂兽蓝银皇魂骨忘了。这块魂骨拥有2个技能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以及飞行。有了飞行这个魂骨技，定能保证你在落日森林不迷路。你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先去诺丁城找到圣魂村，将这块蓝银皇右腿骨给弄到手。途中你又去了一趟史莱克学院，打听到距离招生开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。这个时候唐三应该已经在前往史莱克学院的路上，而他那封号斗罗的老爹唐昊必然会暗中跟随，确保自己这个双生武魂的宝贝儿子不至于在路上被人嘎。因此圣魂村那边的蓝银皇完全不设防。那这个机缘你可就收下了。在融合了蓝银皇右腿骨后，你的魂力突破20级，同时获得了黑色的第2魂环。随后你照出武魂附体伪装自身，借用蓝银皇右腿骨的飞行技能，准确无误地向着冰火两仪眼的方向前进，谨慎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避开强大的魂兽。历时1个月，你终于抵达了冰火两仪眼的毒圈之外。这个毒圈足以拦下绝大部分的魂师，然而你不在其列，区区毒素统统都是世界树成长的资料。不过你并没有让世界树吞噬毒圈，若是那样做了，独孤博必然会有所察觉。你靠着世界树的守护慢慢走入毒圈，在确定独孤博并不在冰火两仪眼后，你种下了世界树，让其吞噬这里的诸多药草。为避免暴露，你则老老实实的让自己成了雕塑，躲在世界树下一动不动。毕竟独孤博可是封号斗罗，以你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提前发现他的到来。2个月的时间转瞬而逝，世界树变得越发强壮，生机旺盛的可怕。但在伪装的作用下，它就像是一棵平平无奇的小树苗。独孤博出现在冰火两仪眼几次，每次到来都
会察觉这里的药草似乎变得更加黏了，可他找不出原因。而隐藏在世界树下的你，则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虽然古灵只有6岁，但身体已经跟成年人没多大的差别，等级更是达到了恐怖的70多级，是时候准备离开了。冰火两仪眼的机缘你已经拿走了90%，只要世界树再用力吸一吸，这地儿的药草都得死。现在你已经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魂圣，第3魂环一直到第7魂环都是万年，尤其是第7魂环已经是黑里泛红接近10万年。第3魂技惊怒，通过双眼攻击对方的精神。第4魂技冰火，可以灵活操纵冰与火的力量，甚至能让冰火力量同时绽放，形成恐怖的冰火风暴。第5魂技毒，天下间的毒再不能伤你分毫，而且可以让其他魂技具备极致之毒的威力。第6魂技金身，让你的身体变得极致坚固。第7魂技武魂真身，可以无限施展世界树投影跟本身融合。如今世界树还拥有了一个领域，在其范围内天地规则都可以改写，甚至于魂兽百级成神都可以达成。你开启武魂真身，缓缓走出环绕冰火两仪眼的毒圈。在你离开没多久，独孤博再次来到了冰火两仪眼，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药草都快死了。他再次仔细检查了冰火两仪眼的里里外外，愣是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你感知到独孤博的存在，当即给世界树下达了最后的指令，彻底吞噬冰火两仪眼内所有的药草。你可不想给唐三留一点点的汤汤水水。刹那间，其内的药草全部化作了飞灰。独孤博发出了悲痛大吼，虽然不知道这些药草都有什么用，但他却感觉到了无比的心痛，仿佛有什么本该属于他的东西永远消散。同样的感觉也在刚刚到达史莱克学院的唐三心头浮现。他不知道自己丢失了什么，但心却很痛。而你又将目标对准了冰火泉水，旗下可是有着冰火龙王的尸体。世界树的根须深深扎入地下，开始吞噬冰火泉水。独孤博正悲痛的，忽然察觉冰与火的力量在削弱，泉水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。这太古怪了，他没敢在原地停留，以最快的速度远离这里。这冰火两仪眼本身就不合常理，如今这泉水的异常让独孤博更加惶恐不安，本能的认为那些药草的死亡跟这一切是有关联的。没多久，冰火泉水被世界树完全吸收，连带着冰火龙王的尸体也被树根缠绕，近乎完全吞噬。只有2根神级魂骨被保留下来，左臂是冰龙王留下的魂骨，魂骨既是冰龙咆哮和冰龙召唤；右臂是火龙王的魂骨，魂骨既是火龙暴震和火龙召唤，完全融合了冰火龙王的魂骨。你的魂力突破了80级，成为了魂斗罗，而第8魂技光合可以在阳光下无限增强自身。你看着坍塌的冰火两仪眼，收回了世界树，下一个目标是星斗大森林的生命之湖。从落日森林离开，你顺道去了一趟希尔维斯城，给自己换了一身衣服，开启武魂真身，再加上第8魂技光合的加持，你现在的速度，即便是敏攻系魂师见了也得甘拜下风。很多人只感觉一阵风吹，眼前恍惚了一下，根本不知道这是有人过去了。当你抵达星斗大森林外围，正巧遇到了史莱克一行人，蝎子变的小舞，身姿曼妙的朱竹清，还有明显跟整个队伍有些隔阂的宁荣荣。至于唐三、戴沐白、奥斯卡跟马红俊，你只是瞄了一眼便没再关注。这个时间点该不会正好是经典场面不敢惹事是拥台的时候吧？你忽然不急着赶去生命之湖了，毕竟你不知道确切位置，与其到处晃悠着慢慢扭，倒不如守株待兔。等史莱克一行人进了星斗大森林，泰坦巨猿肯定会蹦出来找小舞，只要跟着他们就不难找到生命之湖。于是你看着史莱克一行人进了小镇，入住酒店后，也走进了同一家酒店。钱自然是老传统劫富济贫来的，劫的是希尔维斯城的贵族老爷，记的是你这个贫。刚进入酒店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你身上，只因你长得实在是太出彩了。这成功让某些人起了嫉妒之心，一个男人怎么长得娘们唧唧的？说话的是奥斯卡，声音不算小。旁边的马红俊立刻出声附和，说不定真的是个娘们女扮男装，要不要我去试一试？或者带老大你上，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。戴沐白注意到旁边的朱竹清脸色更冷了，连忙瞪了胖子一眼。宁荣荣一直被排斥，此刻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只是哼了一声恶心。反倒是小舞有些跃跃欲试，胖子你行不行？要不还是让小舞接我过去试一试，毕竟他从未遇到一个比他还好看的。恰在此时，苍辉学院一行人走进了酒店，暂时引走了史莱克几人的注意，尤其是马红俊这个色鬼，色眯眯的盯着其中唯一的女性学员。那小妞长得不错，而戴沐白则是不屑一顾的开口，不过是小小的苍辉学院，张扬个屁！苍辉学院的几人自然听到了他们的言语，脸色变得不大好看，而马红俊更是肆无忌惮的盯着那女学员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奥斯卡坐在唐三身边小声蛐蛐，有好戏看了。唐三有些疑惑，奥斯卡当即抛出了弗兰德的那一套说辞，不敢惹事的魂师不是好魂师。果然接下来爆发了冲突，小舞靠着柔技出其不意，打得苍辉学院措手不及。此时戴沐白还大言不惭的开口，有我们男生在，何用你们女生出手？对此你是真的很想笑。这戴沐白当初从星罗帝国跑路，丢下朱竹清这个未婚妻的时候可是毫无担当，这会儿居然说这么大义凛然的话。又是一番交涉后，最终苍辉学院带队导师叶知秋因为被羞辱，愤而要教训几人。你听着唐三布置战术，忽然就起了恶作剧的心思，若是他们被叶知秋收拾了，不知道还敢不敢这么嚣张。你跟着人群到了街道上，近距离观看这一场魂师决斗，同时释放了自己的领域，操控起唐三等人的一举一动。战斗爆发后，史莱克4人几乎是同时动手，只是唐三在逼近叶知秋时，忽然被绊了一下，身体失去平衡，腾空而起，飞向叶知秋的龟背。同时马红俊的凤凰火线落下，刚好命中唐三。此时唐三背上承受一记凤凰火线，身下则是叶知秋的玄冰之力，冰火两重天疼痛难忍。这忽然的变故让原本准备偷袭的朱竹清愕然停下了动作，戴沐白也傻眼了。没有出手的小舞看到唐三被重创，惊呼一声三哥，迅速冲上前营救。一直躲在酒店2楼窥视的赵无极也藏不住，闪电般从楼上跃出，一脚就将叶知秋给踹飞了出去。要是小三有什么事，你们苍辉学院就等着灭门吧。叶知秋遭遇重创，直接喷出一口血。赵无极想到唐
唐三是那位昊天斗罗的儿子，如今又是在他的守护下出了意外，一旦追究责任，怕不是一顿毒打就能挨过去。小五这会儿已经抱住了唐三，激动地冲着还在愣神的奥斯卡喊了起来：“奥斯卡，你的香肠呢？”奥斯卡终于回神，赶忙制作了一根治疗的大腊肠，以及一根驱除异常状态的小腊肠递给小五。唐三吃完后恢复了神智，对不起，我给学院丢脸了。小五连忙安慰：“三哥，不是你的错，我们都知道这是意外。”这时你冷嘲热讽的声音响起：“就这还敢说什么不敢惹事的是庸才，真是废物！之前史莱克几个人蛐蛐你的那一番言语，你可是都记在心里的。如果不是为了亲眼瞧瞧他们跟苍辉学院的战斗，当时就出手了。不过如今也不晚。是谁？有种站出来！”听到你的嘲讽，戴沐白跟马红俊齐齐开口，愤怒地看向人群：“怎么你们说的？别人说不得，你从人群中走出，是你小白脸，娘们唧唧！”奥斯卡、戴沐白以及马红俊几乎是同时开口，目光诧异地看向你。你身形一晃，残影还在原地，本人已经站在三人面前，三记耳光三声脆响，将他们抽飞了出去。嘴真臭！你站在原地嘲讽开口，三人愤怒地看向你，想要召唤出武魂，却被赵无极拦住。退下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心里正憋着火，如今看到你出手教训奥斯卡三人，76级魂圣的威压释放，准备给你一个深刻的教训。史莱克学院的学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打脸的，一头大笨熊，怎么你不服气？你知道赵无极的武魂是大力金刚熊，攻击力和防御力都很强，号称不动明王。可惜你的魂力在其之上，又有世界树加持，赵无极在你面前就如同蝼蚁。他在盛怒之下开启武魂真身，想要直接将你拿下，然而他才迈步，你就释放出一根树藤，将对方紧紧缠绕。赵无极发出怒吼，试图挣脱，然而屁用没有。你催动树藤长出倒刺，开始吞噬赵无极的魂力，渐渐的他开始变得虚弱，最后竟直接晕了过去。你没有理会，将目光落在照顾唐三的小五身上。下一刻，一根树藤从手里飞出，瞬间缠住小五，将人拽到身前。瞧瞧我发现了什么宝贝！你笑眯眯的看着小五，吓得对方脸色苍白，娇躯颤抖。唐三看到小五被抓走，挣扎着爬起来。戴沐白、马红俊则没敢吱声，他们是相信不敢惹事的魂师不是好魂师，但连不动明王赵无极都被一招放倒，还是不要跳出来找死吧。冕下，还请放过小五。竟是一直沉默的宁荣荣先开了口，家父是七宝琉璃宗宗主，只要冕下能放过我的同伴。你笑呵呵的打断了他，小丫头你不对劲，刚才他们可都很排挤你，没有把你当成同伴，你现在却敢站出来直面本座，怎么想的？宁荣荣赶忙开口解释，之前是我太刁蛮，所以大家都不认可我，但我们的确是同伴。你直接被逗笑了。七宝琉璃宗的大小姐出身本就在高处，为什么要他们认可你？宁荣荣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，整个人愣在了原地。你继续开口，他们这样做是在训狗。当你失去了个性，成为他们认可的同伴，你便不再是自己，而是他们身边的一条狗。你又看向朱竹清，还有那个小丫头，明明知道是他们先挑事，却还是违背自己的内心一起战斗。你觉得你的样子像什么？朱竹清没想到你会把矛头指向自己，也是愣住了。他从家里逃出来的本意是要变强，可现在却要强迫自己和戴沐白、马红俊这种恶心的人在一起。朱竹清在你的问题下沉默了许久，想明白后，他目光灼灼地看了过来。我是朱竹清，不是狗。冕下，我可以追随你吗？你笑了笑，他想要追随你，虽然在意料之外，但也在情理之中。毕竟朱竹清可是一生要强的小可怜。小丫头，我可不是什么好人。朱竹清昂着头说出这么一句话，我也不是好人。那么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你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毕竟这妹子的身材真是一绝。冕下，我也不是好人，可以追随你吗？宁荣荣急声开口，生怕你不同意，甚至将自己被称为小魔女的事都讲了出来。你看着宁荣荣急切的样子，实在有点绷不住了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什么时候要宣扬自己不是好人了？不过你喜欢跟着我并不轻松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跟朱竹清不同的是，宁荣荣这个小魔女可没有吃过太多苦。史莱克学院的人为什么孤立她，说她不合群？不过是一群泥泞里的垃圾，想要将她也给拽下去。冕下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七宝琉璃宗宁荣荣以武魂起誓，愿意追随您左右生死无悔。此时赵无极悠悠转醒，听到宁荣荣郑重起誓后，气急攻心，一口老血喷出，又晕了过去。唐三这会儿也是有些晕，在知道宁荣荣大小姐身份后，他就想过跟七宝琉璃宗合作，毕竟辅助魂师基本没什么攻击力，搭配他的暗器套装绝对合适。他要在斗罗大陆竖起唐门光辉，离不开金钱的支持。但现在宁荣荣如果跟着眼前的人离开，他还怎么借力？你笑着收下宁荣荣这个追随者，那么以后你就是本座罩的。随即便准备带着他们三个回酒店。这时唐三突然发动了攻击，作为唐门排名前10的内门暗器板金发金龙须针专破内家罡气，即便是不动明王赵无极，当初猝不及防下也是被伤到。看眼前的年轻人细皮嫩肉的样子，必然不会专注于防御，但最终还是让唐三失望了。只见龙须针刚触及你的衣服，便如同撞上钢板，全被弹飞。你抬手一挥，一股劲力锁定所有龙须针反转，尽数射进唐三体内，搅动他的血肉。唐三瞬间蜷缩成一团，发出惨烈到极致的嘶吼声。小五看到唐三倒地抽搐颤抖，甚至湿了裤子跟地面的样子，已然猜到他遭遇了什么。他是见识过龙须针威力的，立即哀求出声：冕下，只要您愿意饶过三哥，我任您处置。你一只魂兽化形居然对一个人类动了真心，能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吗？你的声音不大，却让一旁的宁荣荣和朱竹清听得清清楚楚，他们很是愕然地瞪大了眼睛。小五不是人类，而是魂兽化形，怎么会这样？小五泪眼婆娑地望向你，从小到大没有谁对我这么好，三哥是可以用生命保护我的人。
你不禁嗤笑，半真半假的忽悠着。10万年的生命中，同伴对你不好吗？父母对你也不好吗？至于你说那个小黑蛋用生命保护你，确定不是在搞笑？如果本座没看错，那小子应该是双生武魂，不然区区蓝银桃是不可能在他这个年龄走到这一步的。双生武魂的品质应该相差无几，这让我想起了大陆上曾经流传过的一段传说。10几年前，武魂殿的店主千寻疾去猎杀一头化形的魂兽，结果被昊天宗的昊天双子之一唐昊在关键时刻突破封号斗罗反杀了。从那之后，昊天斗罗不见了踪影，昊天宗封山不出。那昊天斗罗的爱人似乎也是魂兽化形，好像本体就是蓝银桃。这小黑蛋叫唐三，该不会就是昊天斗罗跟那蓝银桃的崽子吧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你魂兽化形的身份还是秘密吗？闻言，小五的脸色变了。唐三的老爹叫唐昊，他是知道的，毕竟他跟着去过圣魂村，也是在那里唐三认他做妹妹，发誓要一辈子保护他。即便是唐三不知道他的身份，那昊天斗罗又打着什么主意？唐三的母亲在生下他后就没了，想来不是被武魂殿击杀，而是选择了陷阱，让唐昊突破封号斗罗。小五并不蠢，很快理清了其中的因果。若是他不知道真相，而是一直跟唐三这么相处着，当某一天他的身份暴露，唐三又处于危险之中，等待他的结果也只有陷阱。小五娇躯颤抖，再看唐三时，眼中没有了往日的情愫，剩下的只有恐惧和怨恨。你瞅着小五的样子，笑得很开心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呢？此话一出口，小五就仿佛受了莫大刺激一样猛摇头。求求你别说了，我错了。他不知道你还会说出什么事情来，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你翻了个白眼，10万年魂兽就这心理承受能力，算了，还要他带路去生命之湖呢。你将目光落在朱竹清身上，若是让泰坦巨猿对他献祭，不知道会怎样。朱竹清的武魂幽冥灵猫属于敏攻系武魂，在后续成长中着重点也是敏捷，结果就是本身的速度够，但力量不足，遇到防御型魂师，得靠着跟戴沐白发动武魂融合技，成就幽冥白虎战斗。既然现在朱竹清作为你的追随者，那么发展路线可以改变一下。至于宁荣荣晋升，则需要服用仙品的绮罗郁金香，可惜绮罗郁金香已经被世界树吞了，可以试试在世界树的领域范围内强行提升7宝琉璃塔为9宝琉璃塔，还有9宝琉璃塔只能是辅助武魂的设定，你也是不认可的。反正他俩都快到30级了，到时候让两人跟在身边晋升一下，然后试试世界树领域能不能整出神赐魂环。你不再搭理还在惨嚎的唐三，带着小五3人径直回了酒店，原地不敢动弹的戴沐白3人这才匆匆上前。奥斯卡赶紧制造出大香肠跟小腊肠帮唐三治疗，唐三恢复了几分精力，直接拿出一把短柄，将射入体内的龙须针剜了出来。这惨烈的一幕把戴沐白跟马红俊都给整哭。赵无极也是慢慢苏醒过来，待看到唐三还活着，只是身上血淋淋的，他多少松了口气，人活着就好。奥斯卡见此赶紧上前报告情况，赵老师，小五被抓走了，朱竹清、宁荣荣都背叛了学院，这次来星斗大森林是为了帮他获取第3魂环，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可现在队伍里的女学员都没了，他还想着追求宁荣荣呢。虽然他有点脾气，可长得不差，又是7宝琉璃宗的大小姐，现在都没了。戴沐白吐过之后，也到了赵无极身边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他的未婚妻居然背叛了他，跟着另一个男人跑了，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唐三剔除了身体里的龙须针，又吃了一根大香肠，止住了流血的伤口，也是抬眼看向了赵无极。赵老师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一定要救回小五。赵无极翻了个白眼，那是封号斗罗，我也没办法，暂时先回学院跟院长商量下。现在找不到昊天斗罗，但是可以把这事告知7宝琉璃宗的2位封号斗罗，有他们出手，那个不知名的年轻封号斗罗必然会折戟沉沙。小奥，你猎取第3魂环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我们先回学院。奥斯卡听到赵无极的话，虽然心里有些不乐意，但面上还是郑重点头答应。此刻星斗大森林内，小五跟在后面，脸上带着几分欢喜。或许在他看来，星斗大森林有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在，他的安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对此你只想说天真。刚进入森林半天，你便感觉到一股恶意的窥视，稍稍释放精神力感应了一下，居然是一只人面魔蛛，不知道是不是唐三获得外附魂骨的那一只。于是你立即停下脚步，转身面向他躲藏的地方。人面魔蛛这时候也发现自己已经暴露，便慢慢爬了出来，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，即便是小五这个10万年魂兽化形也花容失色，毕竟人面魔蛛在魂兽中也是极为邪恶的存在。朱竹清跟宁荣荣更是止不住的颤抖，他们才20多级，哪里打得赢这样邪恶的人面魔蛛？这一刻3人都忘了旁边还有你这个强大的存在。在世界树的伪装下，人面魔蛛没有感知到你的强大，而是一点点逼近，有点猫系老鼠的味道。一直到人面魔蛛距离你们只有几步远的时候，你笑着抬手，一根树藤飞出，瞬间缠住了它。随后你一步步走近，手里冒出一根尖锐的树枝，轻松洞穿人面魔蛛坚硬的甲壳。它发出痛苦的嘶吼，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狠茬子。可惜的是，它已经没有了活路。1分钟后，人面魔蛛彻底倒下，它一身的生命精华还有魂力都被你的树藤吞噬一空。紧接着，世界树的枝丫上出现了一枚黑色的果，居然是第2武魂果实。与双生武魂不同的是，世界树造就的第2武魂可以跟第1武魂同时使用。你没有立刻服用武魂果实，而是检查下人面魔蛛的尸体，结果并没有外附魂骨。不是这只人面魔蛛，还是因为不是唐三，你只是想了一瞬便没有再想，因为还得解决一个更大的麻烦。泰坦巨猿正朝这边过来，10万年魂兽的气息没有隐藏，引发了星斗大森林内魂兽的
一场暴龙。你看向小五咧嘴一笑，看起来你很开心，是因为你的伙伴赶来了吗？小五同样感受到了泰坦巨猿的气息，脸上的笑意不加掩饰。不是的，冕下，我只是很久没有见到以前的伙伴，没有任何恶意。在泰坦巨猿到来之前，小五还是很识相的，没有激怒你，毕竟你只要一挥手就能灭了他。冕下，我的伙伴没有主动伤害过人类，您能不能不要伤害他？小五做可怜状，虽然对泰坦巨猿的实力有信心，但他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强，万一打不赢呢？你并没有在意他的求情，那要看他是不是识时务了。没多会儿的时间，泰坦巨猿到了，大地随着他的到来而颤抖。那巨大的身影充满了压迫感。二明不要冲动，他们都是我的同伴，不是坏人。小五率先开口，生怕泰坦巨猿做出什么攻击性的行为，一旦触怒了你，很可能就会爆发战斗。人类你很强，泰坦巨猿不是人面魔蛛，作为10万年魂兽，他本能的从你的身上感觉到了威胁，甚至比天青牛蟒带给他的威胁更大。你好啊，泰坦巨猿，想不想成神？你站在泰坦巨猿面前，体型小的如同蚂蚁面对大象，然而开口一句话却是让泰坦巨猿直接愣在当场。小五也是呆愣愣的看着你。魂兽到了10万年，如果不选择化形，那么修为每增加10万年，就会遭遇一次雷劫。传言中魂兽修行100万年便可成神，然而每一次雷劫都极为凶险，魂兽很难活到100万年修为的那一天。可现在一个人类居然这般轻描淡写的询问想不想成神。人类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泰坦巨猿的眼神中满是审视。我就是想问问你想不想成神，如果想，或许我可以帮你们。这一刻你犹如诱拐小朋友的坏叔叔。泰坦巨猿沉默了。10万年魂兽谁不想成神？只有成神才能躲开雷劫。你抬手指了指小五，当然初次见面，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信任的先决条件，不过你可以问问你的伙伴，至少我对他没有恶意，不然你现在也不可能见到他。小五没有说话，他不确定你到底想干什么，但你没有伤害他却是事实。人类，我不相信你会无缘无故的帮我们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泰坦巨猿没有询问小五，而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。我的目的当然是想要改变这个扭曲的世界。你抬手猛地一挥，凭什么同样是人，有的人就能高高在上？凭什么区区一个武魂就能把人一辈子给定死了？我要颠覆这就有的制度，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。而要做到这一切，我需要帮手，需要变强。你们魂兽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，一直成为人类魂师强大的资粮吧？听着你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，泰坦巨猿没吭声。他承认眼前的人类说得很动听，然而人类都是狡诈的，是不可相信的。这人说的这么好听，甚至不惜背弃了人类的立场。人类怎么可能理解魂兽的痛苦？他必然有更可怕的阴谋。泰坦巨猿意识到这一点后，直接发出一声怒吼，巨大的拳头猛地向着你砸了下来。人类，你骗不了我！你没想到泰坦巨猿说翻脸就翻脸，刚才还相谈甚欢的样子，忽然就对自己下杀手，这是有多不把你当回事？看来还是得先把他打服才行。你在泰坦巨猿拳头落下的瞬间，身形冲天而起，同样一拳跟他正面对碰，双拳碰撞的冲击波席卷四方，大片的树木被掀翻。处于冲击波范围内的其他3人在你冲起的刹那，被世界树领域笼罩，恐怖的冲击波进入领域范围，瞬间化作扑面微风。泰坦巨猿庞大的身躯在你的巨力下仰面跌倒，他可是以力量跟防御著称的10万年魂兽，居然被你一拳打倒了。这样的一幕让小五倏然变色。二明，快住手，你别冲动。然而泰坦巨猿已经上头，根本听不进任何劝说，没脑子的东西，真是欠揍的很。你意念一动，发动第3魂技惊怒。泰坦巨猿本就进入了狂暴状态，精神防御很低，再被惊怒一刺激，直接就发狂了。老实待着吧。不等泰坦巨猿发疯，你发动第1魂技缠枝，树藤疯了一般生长，在极短时间内将泰坦巨猿给困死在了当场。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不知道自己有多菜。树藤上的倒刺开始生长，疯狂吸收着泰坦巨猿的魂力跟生命精华。突然你感觉自己的魂力突破了一个桎梏，成为了90级封号斗罗，还获得了第9魂技掌控。这天地之间的任何力量，只要你入门了就能完全掌控。世界树生长到最后是能开辟一方天地的，那么你作为世界之主，也就是天地之主，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合情合理，完全没毛病。眼下还请放过二明，他脑子笨，没有坏心眼。小五感受到泰坦巨猿的气息越来越弱，急切的出声求饶。这么强大的二明都能被你轻松击败，那么你能帮魂兽成神，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稍稍放缓了对泰坦巨猿的敬意，也不再催动树藤吞噬他的生命精华，而是扭头看向小五。就算是他真的没有坏心眼，那么本座凭什么放过他？本座带着善意而来，结果他居然偷袭本座。若不是本座有几分本事，被他偷袭得逞，本座岂不是要饮恨于此了？小五不知道要怎么往下说了。宁荣荣跟朱竹清则是全程沉默，他们知道你很强，可这也太强了，这么强大的魂兽，居然一拳就打倒了。2招就彻底奠定了胜局。宁荣荣也是见过封号斗罗交手，可他的2位爷爷剑斗罗骨斗罗都没有这么恐怖。眼下我可以用魂骨交换，作为10万年魂兽，小五跟天青牛蟒、泰坦巨猿也是杀了不少魂兽，手中有不少10万年的魂骨。早这样说不就好了？魂骨你也是挺喜欢的。到目前为止，10万年魂骨只有一块蓝银皇右腿骨，若是其他部位的魂骨都是10万年魂骨，不说给自身的提升有多少，至少说出去有面。于是你收了树藤，泰坦巨猿也恢复了理智，在看你的时候，眼神带着小心和恐惧。他想不通，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人类？泰坦巨猿，现在可以好好听我说话了吧？你看向泰坦巨猿，没有过分羞辱对方，主要是没必要，毕竟你一个人类，干嘛要跟一只猿猴争这个短长？泰坦巨猿跪伏在地，庞大的身躯依旧充满压迫感，但他已然收敛了所有的气息，毕恭毕敬地表示臣服。就在刚才，魂力在消失，连生命精华都在消失，他能感觉到死亡正在降临。眼前的人类强得无与伦比，难不成是来自神界的神明？谢前辈不杀之恩。泰坦巨猿低下头，嗡声开口。
还是那个问题，想成神吗？你依旧是表情淡淡的。泰坦巨猿这次倒是很干脆的回答想。你笑了笑，抬手指向朱竹清，那就对他献计了。作为第一个表示要追随你的妹子，肯定是要有所优待的。冕下听到这话，小五第一个急了。别激动，你呵呵一笑，想要成神，总要付出一点代价。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当然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，可以直接离开。你暂时没有击杀泰坦巨猿的想法，毕竟你不需要魂兽来提供魂环。前辈，我可以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吗？如果要献祭，我希望能跟大哥一起。泰坦巨猿有些心动，可是他还是很重感情。如果真的有这种好事，他想带着自家大哥一起。二明，小五震惊地看着泰坦巨猿，颤抖着声音开口：“小五，我相信前辈，如果有恶意，我已经死了。还有你肯定也活不成。”泰坦巨猿脑子简单，想问题也没那么多的弯弯绕绕，毕竟你的实力太强了，强到根本没必要对他耍阴谋诡计。小五沉默了，走吧，带我去见你的这位大哥。反正世界树成长到了可以衍生世界的程度，那么想要封神就太简单了。泰坦巨猿重新站起身，招呼众人站到他的肩膀上，然后大步流星地朝着生命之湖的方向赶去。10万年魂兽的威压震慑沿途的所有魂兽。你看着星斗大森林内的诸多魂兽，心里掀不起一点的波澜。虽然世界树吞噬人面魔蛛形成了一颗武魂果实，但你没有猎杀魂兽制造武魂果实的想法，除非是一些特殊的魂兽，比如是魂魔蛛，再比如暗魔邪神虎等等。很快，泰坦巨猿回到了生命之湖，而天津牛蟒已经感受到小五的气息，从生命之湖冒出头来。待看到泰坦巨猿还带了别的人回来，天津牛蟒发出了低沉的吼声：“大明，大哥！”小五跟泰坦巨猿同时开口，你一手握着朱竹清的手，一手握着宁荣荣的手，缓缓降落在生命之湖的岸边。而在你落地的瞬间，世界树悄无声息地在岸边一同灌木中扎根下去，根须倏然伸展，融入生命之湖的湖水之中。至于生命之湖的湖底，那里可是生活着一群恐怖的魂兽，连银龙王都在下面休养。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，你不会轻易招惹下面的这群家伙。泰坦巨猿跟你招呼了一番，便跑去跟天青牛蟒沟通起来。小五没有凑过去，而是带着你们去了他之前生活的小木屋，顺带着小五也讲了自己的故事。听完你直接笑了，所以你去了人类世界6年，从先天满魂力变成了如今的30级的魂尊，你是在逗我笑吗？小五听到你的话，再看朱竹清跟宁荣荣的表情，莫名的感觉有点不好意思。作为魂兽化形，在最初60级之前都不需要猎杀魂兽获取魂环，本身就能凝聚魂环，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修行。然而小五这么多年才提升了20级的魂力，可想而知到底有没有努力。小五直接被你给笑自闭了。宁荣荣跟朱竹清也没安慰他，现在的他们可没有什么深厚的情谊。在知道小五魂兽化形的身份后，他们没有远离小五，已经是够意思了。你们两个也别站着了，抓紧时间修行，最好是能早点达到30级。我会试着助你们一臂之力。你展开世界树领域，以世界之力给两人分别打造了最适合的修行环境。虽然周围的环境没变，但天地规则变了，小范围内两人的魂力提升速度提高了几十上百倍。同时，你悄然将生命之湖吞噬而来的生命精华融入两人体内，帮助他们提升体魄。至于小五这个女主，你暂时没打算对她做什么，这可是前置唐三的重要棋子。人类，和我一战！就在你帮朱竹清跟宁荣荣提升实力的当口，天青牛蟒巨大的牛头出现在了上方。你若是胜了，我跟二明都会听你的要求献祭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原地未动，抬手一指，一根树藤从中飞出，瞬间缠绕上了天青牛蟒。已经从泰坦巨猿那里听说了你的手段，天青牛蟒第一时间展开了自己的吃环领域，然而毫无作用。树藤在世界树领域的加持下生长飞快，只是片刻时间，天青牛蟒就被死死缠住，一根根尖刺刺破他的身体，开始吞噬他的魂力跟生命精华。天青牛蟒奋力挣扎，却发现根本没用，他很快选择了认输。这种实力差距，他怀疑自己再怎么修炼也是无济于事。可惜天青牛蟒并不知道，他之所以输得这么容易，纯粹是因为他进入了你主宰的世界树领域。愿赌服输，我们兄弟愿意献祭。闻言，你直接给天青牛蟒指定了宁荣荣，给泰坦巨猿指定了朱竹清。大哥，我先来吧。泰坦巨猿先一步开启献祭，耀眼的红光笼罩他庞大的身体，仿佛一团火焰在燃烧。最终，泰坦巨猿彻底消失，化作红色的能量将朱竹清笼罩其中。在泰坦巨猿献祭的时候，你也在解析其中的法门，明白了献祭是怎么回事。在世界树领域范围内，你可以复制同样的操作，在短时间内让一名魂师的实力突飞猛进。你在心里暗暗盘算着，等回头试一试这个东西。实验目标就是小五，这只流氓兔实在是有点不务正业，自己干脆做点好人好事，让他尽快修行到60级，省得随便一个封号斗罗都能看穿他的本体。天青牛蟒跟着献祭，同样的操作再次被你解析，很快便完全掌握了这种手段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朱竹清跟宁荣荣的魂力在急速提升，突破40级时魂力在体内冲突，似乎被卡住了。你立即压缩世界树领域，催动世界之力改变天地规则，让他们先后凝聚了一枚神赐魂环。最终两人的魂力都止步在47级。当两人醒来，感受到自身的实力变化，全都傻眼了。冕下，谢谢你！朱竹清激动地冲向你，温香软玉入怀，你多少也是有些欢喜的。但高人的人设暂时不能丢。你清了清嗓子，缓缓开口，感受一下你们现在的魂环跟魂技。最先开口的是宁荣荣，她一脸的郁结。冕下，我的武魂好像出问题了。众所周知，七宝琉璃塔乃是天下第一辅助武魂，我的第3魂技应该是增强魂力的，可现在第3魂技是封困，能分化3座小塔封印困住对手，第4魂技也没有。听了宁荣荣的话，你心里乐开了花，果然七宝琉璃塔不是只能做辅助武魂。念至此，你看着宁荣荣呵呵一笑。七宝琉璃塔
最初乃是9宝琉璃塔，不过是后人血脉倒退无法觉醒罢了。你只需要知道，7宝琉璃塔并不是只能作为辅助武魂。至于你的第4魂环，乃是本作赐予你的神赐魂环。我还在想你更适合什么样的魂技，所以暂时没有赐予。跟宁荣荣说完话，你看向了旁边的朱竹清，小丫头，说说你的第3魂技。朱竹清连忙开口，免下，我的第3魂技名为幽冥冲击，单体远攻技能威力很强。你满意地点点头，那你把这块泰坦巨猿的10万年左臂骨融合了再看。宁荣荣的是这块天青牛蟒的右臂骨，两人的大脑都不会转了，这可是10万年魂骨。旁边的小舞也是愣在当场，连10万年魂骨都能随手送出去，难道你已经有了全套的10万年魂骨？他完全看不透你到底在想些什么。小舞不会知道，你已经有了左右双臂的魂骨，而且都是神级魂骨，比眼前的2块10万年魂骨不知道强了多少。如果天青牛蟒跟泰坦巨猿留下的是别的部位的魂骨，你还真不一定舍得直接给朱竹清跟宁荣荣。但现在魂环跟魂骨搭配效果更佳的前提下，你也就舍了这2块10万年魂骨。很快，朱竹清跟宁荣荣完成了魂骨的融合，两人的等级也顺利冲到了50级。12岁的50级魂王，若是在大陆上传开，必然引起轰动。小舞呆呆地看着朱竹清跟宁荣荣，不久之前他们还是处于同一实力水平，这才短短半日时间，朱竹清跟宁荣荣已经超越他2个大等级。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：猎杀魂兽获取魂环，第二，我赐予你们魂环，第二。都不用思考，朱竹清跟宁荣荣就做出了选择。他们又不是没脑子，你的强大超出他们的想象，那么跟你绑定越深，他们得到的好处也会越多。很好，那接下来的时间，你们要做的就是适应现在的实力。等我认为你们已经掌握了现在的实力，我会给你们赐予魂环，也会同时赐予你们相应的魂技。关于给朱竹清和宁荣荣赐予什么样的魂技，你还没想好，毕竟你对朱竹清跟宁荣荣了解不多。朱竹清是敏攻系魂师，速度快，攻击高，但脆皮。宁荣荣之前就是个辅助魂师，没速度没攻击，连防御都很错，任重道远啊。你看了眼在熟悉自身实力的两人，目光望向小舞。星斗大森林10万年的魂兽应该不少吧？你要做什么？小舞听你询问星斗大森林内的10万年魂兽，紧张了起来。你翻了个白眼，我是想知道，天青牛蟒跟泰坦巨猿陷阱，这里没有了他们的气息镇压，会不会有别的10万年魂兽过来抢地盘？强大的魂兽都有自己的地盘，其他的强大魂兽轻易不会闯入其他魂兽的地盘，那样是会引发战争的。可若是某处地界的强大魂兽死去，必然会有新的魂兽占据那一片地盘。小舞沉默片刻，应该会吧？这里是生命之湖，魂兽在这附近成长速度会很快，懂吗？你当即释放出世界树领域，以伪装的技能笼罩这一片区域，如此一来，即便是有魂兽闯入这里，也不会发现他们。生命之湖下方藏着不少几十万年的魂兽，更别说还有银龙王这个终极大 BOSS。虽然银龙王处于受伤状态，但神级就是神级，你的世界树是强大，可还没完全成长起来呢。若是你斩杀或者忽悠献祭的10万年魂兽太多，万一把生命之湖下面的那些魂兽霸主给招了出来，都不用银龙王出手你都得跪。所以暂时避一避也好。你本以为最先赶来的会是10万年魂兽，却不想最先出现在生命之湖边上的竟是暗魔邪神虎。8米长的身躯，通体黑色，身上释放着灰色的邪气，步履缓缓靠近生命之湖的暗魔邪神虎，一双血色的眸子中闪烁着一种隐忍的兴奋。就在不久之前，他感觉到了2个老对手的气息爆发，然后他们的气息彻底消失。这一发现让暗魔邪神虎意识到森林核心处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变化。他匆匆而来，却没有莽撞的闯进来，而是一次次靠近试探，最终确认天青牛蟒跟泰坦巨猿都已经不在，他才显露出身形来。你记不清暗魔邪神虎都有什么手段，只记得他能制造一个决斗空间，可以让进入其中的对手变成幼年期。自己现在6岁多不到7岁，若是被暗魔邪神虎扯进这个空间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唐三能在决斗空间获胜，纯粹是仗着上辈子的底蕴，还有身上的诸多暗器，而你啥也没有。所以对暗魔邪神虎，你要做的就是一击必杀，绝对不能给对方制造决斗空间的机会。你忽然收起笼罩在小舞身上的伪装技能，让他暴露在暗魔邪神虎的视线中。小舞曾经是这里的10万年魂兽，又是天青牛蟒跟泰坦巨猿承认的大姐头，暗魔邪神虎跟他大概率是认识的。暗魔邪神虎发现小舞，瞬间进入攻击状态。小舞也发现了暗魔邪神虎，他人都傻了。他是10万年魂兽的时候，还能跟暗魔邪神虎周旋1、2，如今他选择了化形为人，只有30级的魂力，在暗魔邪神虎面前弱小如鸡蛋。就是现在，当暗魔邪神虎向着小舞发动攻击的那一刻，你也出手了。第3魂技发动，金木直接作用在暗魔邪神虎的精神，让这邪恶的大家伙陷入了宕机。缠制，树藤衍生将暗魔邪神虎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倒刺刺穿暗魔邪神虎的皮毛，疯狂吞噬他的魂力跟生命精华。同时你也没停止金木地施展，第3魂技一次次释放，彻底晕住了暗魔邪神虎。强大如暗魔邪神虎在被精神攻击晕眩后，毫无反抗之力，这让你感觉自己是在玩游戏卡了。小舞这时候也回过神来，但却再次被你的强大震惊。强如暗魔邪神虎，在你面前依旧是这么的不堪一击。你无视小舞的惊讶，专注地吞噬暗魔邪神虎的魂力跟生命精华。当暗魔邪神虎终于彻底死亡的那一刻，一枚黑色的珠子从暗魔邪神虎的身体内飞出，黑色的珠子却释放出青色与蓝色交织的光芒。你催动世界树的领域之力，封锁这一颗本命珠。这玩意儿可是个宝贝，蕴含邪恶、雷电、跟风以及力量4种属性。即便是你拥有世界树武魂，这宝贝对你而言也是很不得了。暗魔邪神虎死亡后，世界树上结了一颗纯白
白色的武魂果实。你看到这纯白色的武魂果实，不由想起了暗魔邪神虎的来历，本身是白虎，因为沾染了邪恶之神的邪恶属性，这才从光明属性变成黑暗属性的暗魔邪神虎。朱竹清的武魂是幽冥灵猫，若是把这白色的白虎果实给他服用，幽冥灵猫似乎带点黑暗属性的味道，跟白虎不搭。倒是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，琉璃一听就是光明向的，或许白虎的武魂果实更适合宁荣荣，暗魔邪神虎的本命珠更合适朱竹清。不急不急，慢慢来，这种养成的事儿得悠着点来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吞噬了暗魔邪神虎，你不单单是得到了魂力的提升、体魄的增强，甚至掌握了暗魔邪神虎的技能，光刃冲刺邪神守护暗魔邪雷邪神钩。此时你正带着朱竹清、宁荣荣他们在生命之湖修行，而另一边赵无极也带着唐三等人返回了史莱克学院，与弗兰德会合后前往了七宝琉璃宗。当赵无极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，宁风致还没表态，剑斗罗跟古斗罗就已爆发出封号斗罗的强劲威压，将史莱克众人全都给压趴在地上。风致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还不赶紧召集人手去把荣荣救回来？宁风致很沉着，这个事情不能急，虽然不知道那位冕下是什么来历，但是如果对方有恶意，您觉得我们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吗？您想，如果他真的要掳走荣荣，不想我们七宝琉璃宗知晓会留活口吗？宁风致望了眼趴在地上的史莱克众人，感觉对方隐瞒了什么。古斗罗闻言目光落在赵无极身上，赵无极感受到杀意，赶忙开口解释：眼下我没撒谎，那位的确是封号斗罗，至于到底是不是他把荣荣掳走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当时昏了过去。古斗罗的威压瞬间落在唐三四人身上，你没撒谎，那么就是他们撒谎了。意志力最弱的马红俊首先承受不住，痛哭流涕的开口：冕下我说，宁荣荣不是被掳走的，他是自愿跟着那位封号斗罗离开的，说是要成为那位冕下的追随者，还有朱竹清也是一样，都是他们俩逼我的，我打不过他们不敢不听。说着马红俊抬手指向戴沐白跟唐三。奥斯卡见状也就不再坚持承认了一切，不过他给出的理由却是他喜欢宁荣荣，不想宁荣荣跟着那个封号斗罗离开，想让他重新回到史莱克学院。古斗罗很生气，他堂堂封号斗罗居然差点被几个小老鼠给骗了，不知死活的小辈真是找死。冕下且慢，晚辈有话说，沐白是星罗帝国三皇子，小三的父亲乃是昊天斗罗。关键时刻弗兰德直接点明了戴沐白跟唐三的身份。古斗罗听到这话，本来就不好看的脸更加难看，就算是星罗帝国的皇帝他都没放在眼里，区三皇子算个什么东西。至于另一个小老鼠居然是昊天斗罗的儿子，果然真的是一脉相承。唐昊当年惹了麻烦躲得远远的，让昊天宗承受武魂殿的怒火，如今他的儿子招惹了封号斗罗，还想骗他们当枪使。冕下沐白跟小三都是救人心切，虽然行为有所不当，但情有可原，还请冕下能网开一面。现在弗兰德只希望昊天斗罗的名头能稍微有点用。宁风致忽然开口，缓和了现场僵硬的气氛。古叔，上三宗同气连枝，此事到底是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危害，不如就给年轻人一次改过从新的机会吧。古斗罗则是冷哼一声，你是宗主，你说了算。事实上他刚才也是有些骑虎难下，虽然不耻唐昊的为人，但其实真的强，武魂殿教皇都被他干掉了。古斗罗不认为自己能硬扛，但若是不管唐三只收拾戴沐白，那他岂不是成了欺软怕硬的小人？好在宁风致开口了，前辈冕下还请听我一言。眼见事情缓和，趴在地上的唐三连忙爬起来。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为什么会是名动天下的昊天斗罗，但他知道这是他现在唯一的依靠，也是救出小五的唯一本钱。宁风致看向唐三，表情平静，看不出喜怒。你想说什么？前辈，我的同伴被抓走了，家父现在又不在身边，晚辈想恳请前辈与两位封号斗罗冕下出手一次。剑斗罗冷笑，口气倒不小，你凭什么让我们出手？就凭这些？唐三直接将自己身上的暗器都拿了出来。之前宁荣荣跟他说过，七宝琉璃宗的辅助魂师缺少足够的防御进攻手段，而他的暗器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一点。宁风致看着唐三展示讲解他的这些暗器，眼睛越来越亮。有了这些东西，七宝琉璃宗的实力将提升数倍。只是自家宝贝女儿可是做了那位冕下的追随者，他们若是找过去要怎么做？若是把关系弄僵了，又该如何解决？良久后，宁风致看向唐三，东西你收回去吧。唐三有些愕然，他看得出来宁风致对于这些暗器是真的很动心，可为什么却没有选择他？我承认这些东西可以提升七宝琉璃宗的实力，但荣荣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这七宝琉璃宗又如何？宗门可以一时示弱，但不能断了传承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唐三的暗器虽然出彩，但也不是不能仿造。他宁风致有君子之风，却也不是不懂变通。古斗罗听了这番话，心情甚好。风致，你总算是没有犯糊涂。好了，别跟他们废话。虽然荣荣是自愿追随对方而去，但咱们还是应该过去看看。宁风致也不再客套，直接送客。唐三还想挣扎一下，却被弗兰德直接摁住。赵无极则带着戴沐白、马红俊、奥斯卡跟在后面。一行人出了七宝琉璃宗后，赵无极率先发难，将戴沐白等人抽飞了出去。但在面对唐三的时候，却是手下留情了。其背后是一位极为强大的封号斗罗，他根本招惹不起。弗兰德急声开口：“老赵，你做什么？”赵无极哼了一声：“你说我干什么？他们几个小崽子居然合起伙来骗我！刚才若是古斗罗冕下真的出手，你觉得我们还能活着吗？我难道还不能教训一下？”弗兰德一声长叹，也不好指责什么。经历了这次的事情，唐三、戴沐白跟马红俊、奥斯卡之间已经起了隔阂，唐三更是再也不可能全心信任两人。当下之所以还一切安好，不过是因为他现在只想找人救回小五。院长，您有没有办法联系到我父亲？弗兰德摇摇头，之前昊天斗罗离开的时候说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让我照看你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来。至于如何联系昊天斗罗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小五的事情还是暂时放一放吧，那位冕下应该不会轻易下杀手，而且还有朱竹清跟宁荣荣跟在身边，他们跟小五有同学之情。唐三打断弗兰德的话，起了另外的心思。院长，我记得咱们史莱克学院之前有位学长是武魂殿最年轻的长老，能不能请他帮忙？弗兰德瞬间老脸通红，那番话不过是给史莱克学院贴金的夸大致辞，谁信谁傻瓜。但现在他还是得装出一副十分为难的样子。小三，这个事情比较复杂，就算我们找到了你那位学长，他也未必会帮忙。武魂殿长老的分量
终究是差了些。赵无极则是板着脸不发表任何看法。史莱克学院的底细他也是清楚的，不过这种打自己脸的事情他还是不会做的。唐三彻底沉默了，小三小五不会有事儿的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提升你们的实力，若是足够强大，那么也就不会被这种事情困住。唐三看向弗兰德跪了下去，院长请教我要怎么才能更快变强。弗兰德这回倒是很坦诚，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，但是你的老师应该有，想当初正是靠着你老师的智慧，我们才开发出了3人武魂融合技，能凝聚黄金圣龙，可战封号斗罗。弗兰德的一番感慨再度唤起了唐三对大师的独慕之情。院长，那您知道老师他什么时候才会回史莱克学院？他现在又在什么地方？还有您说的二龙妹在哪？我们能去找她吗？弗兰德听唐三这么一说，瞬间明白自己的牛皮吹大，他这是还想去救小五，只能一问三不知。你的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史莱克学院？我不清楚。二龙妹我也已经10多年没有她消息。唐三的希望再次破灭，整个人都变得蔫蔫的。此时此刻，圣魂村后的山间，唐昊已然发现蓝银皇及其右腿骨不见了，气急攻心之下，嘴里疯狂喷血，晕了过去。等再次醒来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唐昊回过神来，直奔圣魂村，找到村长老杰克，跟他打听最近可有什么人来过。得到否定的答案后，愤怒离去。爆发的强大威压直接让老杰克陷入了休克。随后他又去血洗了诺丁城的武魂殿分店，在他看来，若不是武魂殿的人害死了阿银，他现在一定能和一家人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他这10多年的悲剧都是武魂殿造成的。这时候的他早就忘了阿银是怎么暴露魂兽真身的。若不是他带着阿银在人类世界到处旅行，若不是他带着阿银逃跑的时候没有前往森林，阿银也不会死。昊天斗罗重现世间的消息在极短的时间里开始在斗罗大陆疯传。武魂殿内教皇比比东第一时间发布教皇令，通缉唐昊，只要提供唐昊的位置信息，普通人可获得100万金魂币的奖励，魂师还可获得额外的万年魂骨的奖励。一时间，唐昊之名风靡全大陆。消息传到史莱克学院，唐三就感觉到了压力山大。众人皆知万年的魂骨对于魂师的诱惑力有多大，弗兰德也是头大。他第一时间将马红俊、奥斯卡喊到了跟前，想要叮嘱一番。马红俊气愤开口：“院长，在你的心里，我们是出卖伙伴的人吗？之前在七宝琉璃宗，他们的确是说出了真相，但那不是出卖，那是实话实说。”弗兰德有些惭愧，这个事是他急躁了。奥斯卡提醒了一句：“院长，三哥的身份不单单是我们学院的人知道，您别忘了七宝琉璃宗的人也知道。”弗兰德立即否定：“七宝琉璃宗跟昊天宗同为上3宗之一，您宗主又有君子之风，断然做不出出卖同盟的事情。”奥斯卡跟马红俊齐齐沉默，心里都对弗兰德有了一丝怨恨。七宝琉璃宗不会出卖唐三的消息，他们难道就会？另一边，宁风致跟古斗罗正在寻找宁荣荣，但星斗大森林太大了，他们这海底捞针的做法委实是有些瞎折腾，几天都没找到人。宁风致不想继续耗费时间了，古叔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，再转2天吧。古斗罗没有儿孙，孤家寡人一个，整个七宝琉璃宗最在乎的就是宁荣荣。如今宁荣荣下落不明，生死未知，前途难料，他怎么可能不着急？宁风致叹了又叹，宝贝女儿的天赋是出众，但性子太古怪，惹事的本事1等1。若是当初能好好管教一番，也不至于造成今日的局面。当宁风致跟古斗罗回到他们歇脚的小镇时，刚好听到了有关唐昊的事情。古叔必须回去了。昊天斗罗销声匿迹10多年，忽然冒出来，而且对诺丁城武魂殿分店下手，委实有些下三滥，说不好会引发武魂殿对上3宗的态度变化。宝贝女儿很重要，可总不能真的丢下七宝琉璃宗不管。古斗罗也只能叹息一声，带着宁风致回转七宝琉璃宗。此刻星斗大森林的核心地生命之湖，你看着已经适应了自身力量的宁荣荣、朱竹清，对于给2人的第4、第5魂环添加什么魂技，还是没理出个头绪。而且经过小五的提醒，你也恍然发现，天青牛蟒跟泰坦巨猿献祭给宁荣荣、朱竹清2人的10万年魂环应该拥有2个魂技才对。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？会不会是自己之前用禅之这一魂技吞噬了他们的部分生命精华，导致了献祭不够完整？可惜这个情况暂时没办法验证。不过你又在想另一个可能，10万年魂环能承载2个技能，自己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再增加一个瞬移魂技？朱竹清是敏攻系的战魂师，速度快但脆皮，面对突如其来的袭杀，瞬移跑路无疑是很不错的选择。再者也能让他的攻击具有更多的选择。至于宁荣荣，目前就是个辅助魂师，脆皮中的脆皮。按照斗罗世界的团战套路，开局先杀辅助，所以要怎么保全自身还是很重要的。最终你选择先拿朱竹清试试手，你直接释放世界树领域，压缩到只笼罩自身跟朱竹清的范围，然后凝神静气，催动世界之力融入他的10万年第3魂环。有白色的光芒在红色的魂环中游走，慢慢化作了流水一样的纹路，最终完全消失。几分钟后，朱竹清睁开眼，身形一晃，已然出现在了10米之外。看到这一幕，宁荣荣2眼冒光，有了这个魂技，他即便一直都是辅助魂师，也是可以自保的。小五有点嫉妒了，他作为10万年魂兽化形底蕴转化为魂技，可他的第3魂技也只能在5米范围内瞬移。眼下该我了。宁荣荣兴奋地窜到你面前，看着他，你忽然又有了一个想法，能不能抹去魂技重新注入呢？如果能，那么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的前2个魂技或许可以换一下。辅助魂师终究是落了下场，不过这个还不能操之过急，最好是另外找人先试验一下。照葫芦画瓢，宁荣荣的10万年第3魂环也有了第2个魂技。至于2人的第4魂技，你决定暂时不急，而是准备带着3人离开星斗大森林。一旦生命之湖的异常被下面的那些个恐怖的魂兽霸主知道，你可不敢保证自己能扛得住。离开时，小五带上了他跟泰坦巨猿、天青牛蟒的全部家当，清一色的万年魂骨，其中还有2块10万年魂骨，但都有些残缺。这样的魂骨你不确定魂师融合后会不会出意外，所以干脆丢给了宁荣荣，让他装进了储物魂导器中。能不能用，能不能修复，还是要先做实验。即便是不能，也是可以丢去拍卖行来个废物利用。走在路上，你突然想到比比东的双生武魂。小五，你在星斗大森林生活了这么久，知道哪里能找到死亡魔珠跟噬魂魔珠吗？小五闻言点了点头。在星斗大森林的西南之地有一片腐沼森林，大明跟二明说过轻易不要踏足那里，即便是他们陷入了猪群的围攻，也可能会陨落。大明还说死
死亡魔蛛跟噬魂魔蛛的群落中已经诞生了蛛皇。听到这话，你可太激动了。如果真有蛛皇凑一个假的双生武魂，或许能去勾搭一下比比东。随后，你带着3人无惊无险地进入了腐沼森林的腹地，并发现噬魂魔蛛、死亡魔蛛正在进行着最原始的厮杀。而在双方阵营的核心处，各有一头体型巨大的蛛皇。果然有，那么我就笑纳了。你直接发动左右臂骨的魂骨技，冰火龙王现世分别向着噬魂蛛皇跟死亡蛛皇杀去。与此同时，沉睡在生命之湖下的黑龙帝天睁开了双眼，的确是冰龙王跟火龙王的气息，只是比他们全盛时期弱了很多。难道是冰火龙王已经转世？帝天正要出世，天地之间冰火龙王的气息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难道是陷阱？神界的那些家伙又想钓鱼了？帝天沉思良久，最终再次睡去。如今银龙王正在沉睡疗伤，即便是冰龙王、火龙王真的转世了，他也不能随意暴露自己。另一边，你并不知道自己引起了帝天的注意。好在冰火龙王虽然衰弱很多，但重创死亡蛛皇跟噬魂蛛皇还是很简单。紧接着，你用世界树的根须终结了这2头蛛皇。随着他们的生死，世界树上结出了2颗新的武魂果实，同时还留下了2块10万年魂骨，一块是魂魔蛛的智慧头骨，魂骨技其中一个是噬魂，可以吞噬精神甚至记忆；第2技能是致幻，可以打造一个恐怖的噩梦环境。如果不能挣脱，会精神耗尽死亡；即便是挣脱了精神，也会变得很唯美。一块则是死亡魔蛛的左腿骨，魂技之一是急速，己方的速度增加，而对方速度相对变慢。第2魂技是致死，发射一道死亡射线，一旦命中对手，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衰老。只是发动消耗的是自身的生命力，是以命换命的技能。但你拥有世界树武魂，生命力时刻都能得到补充。这个魂技说是为你量身定制都不为过。从星斗大森林离开，你们一行4人再度出现在了之前的小镇，在镇上歇一天，你们可以自由活动。你丝毫不担心3人会出什么岔子。朱竹清跟宁荣荣都拥有一块10万年魂骨，2个魂骨技足以让2人越阶而战。朱竹清的第一个攻击魂技泰坦苍穹破没变化，但第2个不再是重力泥沼，而是重击。当朱竹清的左手攻击到对方，有50%的概率触发重击效果，重击之下对手会在5秒内处于重力失衡状态，无法掌控自身。至于宁荣荣融合的天青牛蟒右臂骨也有一个魂骨技发生了变化，针对灵魂的天青寂灭雷霆没变化，但那物理防御无效的天青迟钝神爪转变成了天青疯狂意志，只要命中目标，对方的精神意识就会陷入癫狂状态，对身边的一切展开无差别攻击。你跟3人分别直奔小镇上的小酒馆，这里会有许多的魂师聊天吹牛。要了解消息，这地方无疑是很不错的选择。销声匿迹12年的昊天斗罗再一出现就灭了武魂殿在诺丁城的分店，这天下格局怕是要变了。说不定是昊天斗罗见不惯武魂殿的人欺压百姓，这才愤怒出手。随后你离开小酒馆，将听到的消息告诉3女。小五怔怔地站在原地，难以置信。他在诺丁城生活了6年，也在诺丁城的武魂殿领取了6年的魂师补助，包括唐三也是如此。他能清楚地记得那里的每一个人，除了那个叫思思的女人有点瞧不起人，其他人都很好。面对普通人也是彬彬有礼，尤其是马修诺爷爷，每次见了他都会跟他聊一会儿，还会给他一些零食。但现在他们都死了，眼下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消息会不会是假的？唐三的父亲是封号斗罗，可诺丁城武魂殿最强之人也没有超过30级，他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手？这不是欺负弱小吗？你倒也没有瞒着，坦言道明自己从圣魂村的后山取走了蓝银皇右腿骨，并且带走了蓝银皇的本体。唐昊应该是发现了这个，然后迁怒武魂殿，所以诺丁城武魂殿众人的死我会帮他们讨一个公道。说着，你又看向宁荣荣。唐昊是昊天宗的昊天斗罗，将来我注定会跟他一战。荣荣，你是七宝琉璃宗的大小姐，你现在可以选择离开，我不会怪你。眼下我是您的追随者，若是您要跟昊天宗开战，我愿身先士卒。宁荣荣的想法可没有什么大局观，在他看来，谁对他好，他就对谁好。你让他拥有了10万年魂环，还有了10万年魂骨，更是助他在12岁成了50级的魂王。这要是被家里人知道，怕是都要癫狂。很好，你不会后悔自己今天的选择，你很满意他的回答。若是宁荣荣刚才有丝毫的犹豫或者摇摆，那么他这辈子也就只能是个7宝琉璃塔武魂休想进阶9宝琉璃塔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前往索托城。唐三暂时不能杀，毕竟这家伙背后很可能有修罗神的关注，但是唐昊倒是可以宰了，就算因主角父亲光环杀不掉，弄残也是好。在世界树领域加持下，一行人连夜赶路，很快到了索托城，就去玫瑰酒店歇一宿了。结果刚进酒店大堂就看到了一个熟人，朱竹清看到跟2个双胞胎亲密搂抱着的戴沐白，只觉得恶心。亏他之前一度觉得戴沐白会改，结果还是老样子。竹清，戴沐白也看到了朱竹清，下意识地将身边的双胞胎美女推了出去。滚！朱竹清没有废话，直接瞬移到戴沐白的身边，一巴掌扇了出去。左手的魂骨技重击触发，戴沐白骤然发现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，脑子很清醒，但身体不受控制，任何动作都在走形。白虎金刚变，他当即开启第3魂技，其可以增强对异常状态的抵御力。然而没用，一直到5秒钟的时间过去，戴沐白才恢复对身体的掌控。但他看朱竹清的脸色彻底变了。星罗帝国戴家的白虎武魂一直都是压着朱家的幽冥灵猫武魂，朱竹清怎么可能强过他？朱竹清，你敢对我出手？宁荣荣跳出来帮朱竹清说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竹清怎么就不敢对你出手？戴沐白怒视宁荣荣，有心放狠话，可在开口的瞬间看到了站在旁边的你，瞬间泄了气。你们的恩怨自己解决，我不插手。你却是丢下一句话，直接去柜台那边要了2间房，一直到你的身影消失，戴沐白才意识到对方真的没想插手。于是天晴了，雨停了，300子感觉自己又醒了。朱竹清，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，幽冥灵猫武魂永远只能臣服在白虎武魂之下，敢不敢跟我到外面打一场？竹清揍他，
想到戴沐白当初在史莱克学院对自己的态度，宁荣荣恨不得亲自上场暴揍戴沐白。不过如今是朱竹清了结恩怨的时候，他不会抢自己姐妹的风头，而且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辅助魂师，这个秘密要在关键时刻亮出来。这段时间跟在你的身边，宁荣荣越想越觉得史莱克学院是天底下最恶心的地方，也就是他之前涉世不深才会被他们骗，一群人渣败类聚集在一起，各种大道理一套套，但事实上一个个的都是道貌岸然之徒。马红俊还能说是武魂缺陷身不由己，可奥斯卡那恶心的咒语，在他们吃香肠时脑子里在想什么猜也猜得到，等再见面姑奶奶一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这时朱竹清已经跟戴沐白走到了外面的街上，戴沐白率先开启了第一魂技白虎护身掌，朱竹清没有开魂环，而是直接使用了泰坦苍穹火，10万年魂骨的魂骨技以朱竹清50级魂王的实力施展，直接碾压了30级的戴沐白。被一击近乎打残的戴沐白并没有昏过去，但身上的骨头断了很多，整个人奄奄一息。朱竹清冷冷地扫了对方一眼，废物永远是废物。戴沐白听到这样的评价，怒急攻心，一口老血喷出晕了过去。还是那对双胞胎姐妹找了人将戴沐白送到了城内治疗魂师那里，才算是保住了他的命。只是戴沐白被朱竹清这一击给打散了心气，若是不能重燃斗志，这辈子也就废了。此时史莱克学院训练场内，号称武魂理论无敌的大师玉小刚回到了这里。戴沐白为什么不在？老师，戴老大去索托城还没回来。唐三也觉得奇怪，之前戴沐白虽然晚上也会去索托城，但第二天晨训的时候人是一定会回来的，今天怎么回事？玉小刚那平平无奇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愠意，自甘堕落。虽然戴沐白是顶级武魂白虎，但在他看来比起他的天才弟子唐三差远了。原本被弗兰德安排教导除了唐三之外的几个人，他就有些不乐意。就在这时，你带着小舞、朱竹清、宁荣荣走进了史莱克学院。唐三看到小舞，也顾不得大师的教导，飞快地冲了过来。不过没等他靠近，小舞已经瞬移到他身后，上手就是暴杀8段帅。唐三不愧是主角，机缘就是不一般，哪怕是因为你的介入错过了进入星斗大森林的时间，可后来还是得到了人面魔蛛的外附魂骨，他直接催动了外附魂骨，避免了被瞬杀的结果。只是经此变故，唐三在看小舞的眼神就变了，他红着眼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对他下杀手。不过下一刻唐三就瞪向了你，一定是你对小舞做了什么，你还我小舞。不得不说，为爱冲锋的唐三是真的勇，他毅然决然地施展了第3魂技蛛网束缚。见此，你脑袋里冒出无穷的问号，一个30级的魂尊，谁给你的勇气敢跟封号斗罗动手？梁咏琪你丫的也不认识，难道是你那废物爹？随后你只是抬了抬手，一根细小的树藤伸出，戳破了蛛网，顺势将唐三给捆住。你是谁？还不赶紧把人放了！眼见宝贝弟子被欺负，玉小刚护犊子心切，忘记自己不过是29级的废物，嗷嗷地冲了上来。我是谁？他们没告诉你吗？看起来你也不是那么被重视吗？你不介意给玉小刚添点堵，虽然没什么用，但就是这么恶趣味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弗兰德、赵无极等史莱克学院的人基本到齐。见过冕下，你看向弗兰德，平静地问了一句：“我找唐昊，你们有办法联系到他吗？”弗兰德苦着脸回答：“冕下，昊天冕下的行踪不是我等能知晓的。这样吗？那么我只能用点小手段了。”你的目光落在被绑住的唐三身上。唐三，你是唐昊的儿子，有句话叫做父债子偿，你能理解的吧？唐三仍是视死如归，怒视着你：“我不怕你，你有什么冲我来放过小舞？”小舞却是往你身后一站，恭顺开口：“冕下，小舞愿誓死追随您。”唐三闻言仿佛遭遇了重击，整个人都在发晕。运气是真的好，外附魂骨还没有完全融合可以剥离。你心念一动，缠绕在唐三背后的那部分树藤开始生出倒刺，刺破他的血肉，刺入外附魂骨跟脊椎骨的连接点。小贝，你找死！就在唐三发出凄厉惨叫的时候，一声暴喝响起，一道黑色的身影破空而来。果然跟你猜测的一样，唐昊就守护在附近。老婆不见了，蓝银皇右腿骨也不见了，他最后的念想就是唐三了。毕竟唐三是双生武魂，只要成长起来，在这斗罗大陆之上将少有敌手，届时他们父子就能光明正大的回转昊天宗，也能跟武魂殿抗衡。不对，你的身上有他的气息，是你。来到近前的唐昊很快察觉到了你身上蓝银皇的气息，殊不知这是你故意释放的，目的就是要激怒他。你个小贼，把他还给我！你忽然感觉这话有点耳熟。哦对了，不久之前唐三才喊着让你把小舞还给他，不过这还不够。唐昊的祖父唐晨跟海神岛的大祭司波塞西也是恋人，自己这夺妻之恨的成就还差一点才能达成。暴怒的唐昊直接开了杀神领域，施展昊天宗绝学杀了过来。你也不敢轻视，开启世界树领域，又开了第6魂技金身，肉身变得极致坚固，然后才催动第1魂技缠枝。树藤风掌向着半空中的唐昊弹射缠绕了过去。昊天锤很猛，号称天下第1器武魂，只是听说过以柔克刚，4两拨千斤吗？只见昊天锤无法击碎树藤，只能荡开。到这个时候，围观的众人都明白，如果唐昊的手段仅止于此，那么这一场战斗他必败无疑。该死！如果昊天斗罗败了小三怎么办？玉小刚眼珠急转，他不在乎唐昊的死活，但唐三不能出事，那可是他证明自己的希望。眼见昊天9绝奈何不得对方，唐昊借力后退，施展了昊天宗的终极绝学大须弥锤，这实则是一种凝环魂技，将所有魂环的魂力注入昊天锤，从而产生纯粹的攻击力，是一力降十会的秘籍。紧接着这老小子非常狡诈的来了个炸环，这陡然的爆发让你也是有些始料未及，树藤都被崩灭了一小半。不等你催发更多的树藤，唐昊闪电般冲向被绑住的唐三，将对方夹在腋下一飞冲天。唐昊，你老婆不要了吗？看着远遁的黑影，你恶趣味的喊了一嗓子。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则面面相觑，恭恭敬敬的等待你对他们的裁决。玉小刚失魂落魄的站在原地，没了唐三他还怎么证明自己的伟大？走了，你直接招呼小舞、宁荣荣、朱竹清离开。没有唐三，这史莱克学院的人不过是一群普普通通的魂师，甚至于全大陆高等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他们都没办法进入。这时奥斯卡忽然冲了出来，冕下我能追随
罪您吗？我是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。你翻了个白眼，无情拒绝。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？先天满魂力很了不起吗？先天灵魂力本作骄傲了吗？不知所谓，也不知道是怎样的脑残，又经历过什么，传下了先天魂力定终生这样的理论。我种花家的人只相信一点：我命由我不由天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修行的意义就在于打破先天的差距，让后天努力变得更有价值。若是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了上限，那么还谈什么修行，做什么魂师？当然挂逼除外。奥斯卡从来都是被当天才对待，尤其是弗兰德对他更是特别的看重。在他想来，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，即便是去了武魂殿也会被礼遇。可现在他被鄙视了。玉小刚闻言立刻瞪大了眼睛，死死地盯着你。不可能，先天灵魂力的人根本没办法成为魂师，从古至今都是如此。你如同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，就你这水平还敢说自己武魂理论无敌？我为什么不敢？玉小刚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他理论大师的伟大，哪怕对面是封号斗罗也不行。你嗤笑一声，不说别的，我就问一个问题：你的魂环理论上限是怎么算出来的？第一魂环极限423年，第二魂环764年，第三魂环1760年，数字这么具体这么明确，不如你把你的计算公式拿出来让我们验证一下。还是说你能在野外准确地算出每一头魂兽的年份？对于玉小刚的所谓武魂理论，真的就是懂得笑死，不懂得吹死。但凡是脑子正常的人都该明白，魂环能估算个大概年份都已经很了不起了，结果居然还有人能具体到个位数的。我是看了武魂殿藏书阁，所以这理论也不是你研究出来的，你都懒得听玉小刚废话。送你一句话：骗人可以，但千万别骗着连自己都信。说着，你用树藤缠绕住了玉小刚，对本座不敬小惩大戒。树藤的倒刺生出，吞噬了玉小刚的魂力跟部分生命精华。这一吸竟是在生命之树上结出了一枚蕴含龙影的武魂果实，这应该就是黄金圣龙武魂果实了，只是明显还没发育起来，需要增加点营养输入。这个简单，在你的意念掌控下，世界树将更多的生命精华融入其中。玉小刚摔倒在地，在刚才的那一瞬，他感觉身体好像变得空虚了，仿佛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永远离开了他。但除了身体虚弱，他没感觉到任何的不同。看着你带着小五一行人渐行渐远，玉小刚召唤出了罗三炮，还是老样子，罗罗叫个不停，只是他身上的那股子灵动不见了。但此刻的玉小刚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。弗兰德来到身边，伸手将他拉了起来，眼神中带着一种迟暮的颓然。小刚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？玉小刚愣了下，但很快目光又变得无比坚韧。我要去找小三，我会证明我自己的。弗兰德苦涩一笑，那祝你成功吧。经过这一次的打击，他不说万念俱灰也是差不多了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什么名声什么天才都是扯淡。他坚持了这么多年的史莱克学院注定无法成功。至于奥斯卡刚才背弃的举动，竟是引不起他内心的一点波澜。玉小刚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提议，弗兰德，我觉得史莱克学院可以关了，你去找二龙妹吧，我为你们证婚。弗兰德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。小刚，你说什么？柳二龙于他而言是白月光，是朱砂痣，若是真的能与其结为夫妻，他可以舍弃一切。但他知道柳二龙的心里只有小刚，只要小刚出现，他一个眼神都不会给他的。弗兰德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喜欢二龙，而我跟二龙注定不可能。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见他，我会劝他接受你的。之后我将拼尽性命去助小三踏足斗罗之巅，这条路注定坎坷，但在我死之前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幸福。一番大义凛然的话让弗兰德眼中饱含泪水。小刚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当初我们三人结拜，说了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不管二龙会不会接受，我都会站在你的身边。还有我，算我一个。赵无极、绍兴等人也一个个向前一步，表明他们的态度。院长，你不能不管我了。马红俊跟着开口，奥斯卡则是沉默着，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表态。之前的行为让他成了史莱克学院的叛徒，他终究还是拉不下脸来。院长赵老师、邵老师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教导，我想要去外面闯一闯。30级的魂尊在这斗罗世界也算是一个小高手，虽然他只是辅助性质的食物系魂师，但他的3个魂技都很不错。他的第3魂技跟原著不同，不再是飞行蘑菇肠，而是幻影肠，吃下后可以制造一个跟真人一般无二的幻影，虽然没有攻击力，但可以达到迷惑敌人的效果。弗兰德听到奥斯卡的话就想伸手拦住，玉小刚却开口喊住了他，魂师还是要多历练，如此才能成长。奥斯卡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危险，若是你累了随时可以回来，我们会在天斗皇家学院等着你。奥斯卡没有回应，只是快步向前走去，远离史莱克学院，一直等他的身影消失不见，弗兰德才看向玉小刚，小刚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怎么可能去天斗皇家学院？玉小刚面色复杂，缓缓开口，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他并没有说出来的是，以奥斯卡的资质，若是离开史莱克学院，很容易就能被天斗皇家学院录取，哪怕他不是贵族出身。但现在他堵死了奥斯卡可能的一条退路，想要去闯一闯，那就好好去吃点苦头吧。唯有如此，在回来的时候才会老老实实成为他手中的棋子，成为小三崛起的助理。总之，你们听我的就行了。眼下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戴沐白呢？弗兰德等人这才发现戴沐白居然不在学院里。马红俊赶忙报告，戴老大最近晚上都会去索托城跟那一对双胞胎姐妹鬼混，天亮之前才会回来。这个臭小子一点也不知道上进，等我抓他回来。弗兰德直接猫头鹰武魂附体背生双翼飞向索托城，把重伤的戴沐白带回了史莱克学院。戴沐白还想着能吃一下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，结果被告知奥斯卡离开了史莱克学院，唐三也被他的父亲带走。胖子，我就一个晚上没回来，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多事？是不是星斗大森林那个家伙干的？马红俊点了点头，那位免下来找三哥的父亲，双方爆发大战，昊天斗罗不敌，带着三哥逃走了。对了，戴老大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戴沐白可是30多级的魂尊，白虎武魂又是顶级武魂，能攻能防，索托城内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打败他。我被朱竹清打败了，胖子扶我起来，我要去见大师。戴沐白没理会马红俊的震惊，只想到被朱竹清一击败北的时候，对方并没有开魂环，那么他这一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施展魂技必须开魂环，除非他施展的是魂骨技，而且这块魂骨至少是万年以上。玉小刚本身在学识上的创新能力不足，但是论起知识的存储量，在这斗罗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。戴沐白忽然感觉自己输得不冤，只是朱竹清凭什么得到万年魂骨？难道他已经现身？
身了。他只觉心里憋得慌，头顶绿油油。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索托城内，你决定将有个事情提上日程。蓉蓉七宝琉璃宗那边我们暂时不去了，我们得先去另外一个地方。不过你可以给你的父亲送去一封信，谢谢您冕下。宁荣荣很快写好了书信，交给了索托城七宝琉璃宗产业的管事。走吧，你并不清楚蓝银森林的位置，但是阿银知道。虽然陷入涅槃状态的阿银没办法跟外界沟通，但在世界树领域的加持下，你能轻微感知他的情绪波动。回归幼生期的蓝银皇对于同类的感应依旧是敏锐的。2天后，一行4人抵达了蓝银森林。当你将阿银从花盆里移栽下后，你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片蓝银海洋的欢欣雀跃。在原著中，唐三跟唐昊将阿银种在了冰火两仪，可事实上最适合阿银成长的地方是蓝银森林。在这里，所有的蓝银草都会无私地为他们的皇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。宁荣荣诧异地看着你的动作，冕下，我们来这里就为了种下这棵蓝银草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蓝银草，这是蓝银皇，也是唐昊的媳妇唐三的亲妈。宁荣荣感觉脑子有点不够用，唐三的父亲是昊天斗罗，母亲却是一棵草。荣荣，我们魂兽达到10万年修为后，可以选择化形为人，从而免去每10万年的雷劫之灾。但是想要重新修行，就需要进入人类社会，而且在化形魂兽的魂力等级达到70级之前，是会被封号斗罗看穿的。随着小五的主动开口解释，你也就不再多说。不过有一点，小五表示不理解，冕下，既然魂兽化形成人就算是人类，那么为什么大陆上的魂师对我们敌意这么大？你呵呵一笑，你是不是傻？干掉化形魂兽能得到一枚10万年魂环，还有10万年魂骨。我就问一句，这样的诱惑谁能挡得住？小五闻言瞠目结舌，他想到了唐三，也想到了唐昊。蓝银皇都给唐昊生儿子了，结果还是落得献祭的下场。冕下，人类真的就没办法跟魂兽和谐共存吗？这个你要去问问神界的神明。从魂师想要进阶需要魂环的世界规则设定来看，就注定了魂兽跟魂师之间的对立。再来到蓝银森林的第3天，你终于听到了阿银的精神传音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你是谁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叫阿银，我是蓝银皇，我和浩哥。你瞬间感觉到了阿银的精神波动变得十分剧烈，这是想起了曾经的往事了。你的目光落在蓝银皇散发着悠悠光泽的草叶上，嘴角扬起。即便是有蓝银森林的诸多蓝银草相助，阿银想要恢复也需要数年的时间，但在世界树领域加持下，速度数十倍的提升。更为神奇的是，许是因为蓝银皇是植物系魂兽，跟你的世界树武魂产生了某种特别的共鸣，不同于在冰火两仪眼的复苏，此刻的蓝银皇依旧是普通大小，但叶片上却有着清晰的金色纹路，彰显着其的与众不同。慢慢的，阿银的本体不再剧烈颤抖。看到这一幕，你已然明白他的修为应该是恢复了10万年，可以选择化形或者不化形。这时，蓝银皇叶片上的光芒倏然变得耀眼刺目，让人不敢直视。你闭上眼，第一魂技发动，无穷的树藤瞬间生长起来，将阿银完全笼罩。你很想知道阿银复生后会怎么选，虽然你不曾跟他说过那些阴谋论的猜测，但在蓝银皇跟世界树武魂产生共鸣的时候，你的一些想法自然而然的被他感知到，尤其是对小五说的那些话。人类与化形魂兽的结合注定不被这个世界所认可，唐昊是先例，也是其中的受害者，那他为什么没有阻止唐三跟小五的接触？还有在阿银怀孕的时候，唐昊带着他在人类的一座座大城市游走，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，是为了躲避武魂殿的追捕吗？明明他们可以找个偏远的山村啊。树藤中，阿银已经完全化为人形，身量高挑，面容精致，一双宛若蓝水晶的眼眸含着淡淡的忧伤，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。外面的人理论上是她丈夫跟儿子的敌人，但正是这个人带她回到了她的故乡，让她重新化形为人。她拥有阿银的记忆，但她也不是阿银，现在的她是完全的新生，只是多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。你心念一动，树藤在瞬间消散，让还在纠结的阿银毫无防备地站在了4人的面前。小五、朱竹清跟宁荣荣都看呆了，好美！你也不禁感叹，怪不得唐啸、唐昊兄弟俩都见色起意了。你们好啊！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，阿银终于开口。你眨了眨眼没有回应，而是扭头看向蓝银森林的东北方向，那里正有2道熟悉的气息冒了出来，正是唐昊、唐三。啧，还真的是冤家路窄。原本还想着唐昊可能会等唐三的修为提升到快50级再来蓝银森林，没想到对方居然提前来了。唐昊看到阿银的那一瞬间，努力挺直了腰杆，兴奋地喊了一声阿银。唐三同样激动地看着阿银喊了一声妈。你静静地看着这一家3口重逢的画面，想着自己等会儿可能要棒打鸳鸯横刀夺爱，就感觉自己忒不是东西了。只是让你没想到的是，阿银没有回应唐昊，也没有回应唐三，而是平静地问了一句，当初我的身份暴露，接连被武魂殿的人找到，真的是意外吗？阿银不是没有怀疑过，只是当时的情况紧急，他的脑子很乱，根本来不及思考。如今你的那些猜测，对小五说的那些话，让他不得不再度审视他跟唐昊之间的感情。当时他跟唐啸、唐昊一起在大陆上游历，他的身份从来没暴露过。后来他跟唐昊坦白了自己的身份，紧接着就接连遇袭，所有的一切太巧了。唐昊没想到再见阿银等来的却是质问，他的眼神闪烁，但还是强撑着狡辩。阿银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当时是我父亲是宗门的长老，我都是不同意的。当年的事情严格说起来其实也没多么的复杂。阿银10万年魂兽化形的身份暴露后，昊天宗的人就盯上了他的10万年魂环跟魂骨。当时若是唐昊早点跟阿银坦白，两人老老实实的躲起来，那么还真的不会有后面的事情。可唐昊摇摆不定，这就导致昊天宗的计划虽然进行的不是很顺利，但还是磕磕绊绊的展开了。武魂殿的人入局，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唐昊会在阿银献祭后发狂，最终导致教皇千寻疾身死。武魂殿死了，教皇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找不到唐昊，他们自然就盯上了昊天宗。面对唐昊的解释，阿银笑了，抬手间蓝银霸皇枪就朝着他扎了过去。唐昊没料到阿银会对他出手，但作为封号斗罗，他的战斗直觉还是很敏锐，瞬间腾空而起避开。阿银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爱你的。妈妈，你别冲动，爸爸是有苦衷的。你看着因为唐三说话而暂时停手的阿银，琢磨着对方会怎么回应时，几根带着金色的蓝银草突然向着唐三缠绕而去。唐三见状连忙施展玄天宫里的鬼影迷踪步，然而他的身体才动
动，那蓝银草却如同闪电一般加速，瞬间缠上了唐三的左腿，然后将他整个人捆了个结结实实。阿银，你要干什么？那是小三是我们的儿子，他的武魂继承了你，都是蓝银草。阿银，我知道之前的我不够坚定，辜负了你的感情，但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10多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再后悔。看在小三的份上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这一次，我会用生命来守护你，不管是谁都不能伤害你，除非我死。阿银一双蓝色的美眸望着对方，嘴角浮现一抹嘲讽。与此同时，小舞脸上的表情也很精彩，他显然是想到了唐三曾经跟他说过类似的话，果然是父子一脉相承的会说话。可惜嘴上说的再漂亮，也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卑鄙龌龊。唐三被阿银的蓝银草缠绕，感觉到有细细的毛刺刺破了他的皮肤，疼得他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在地上翻滚起来。阿银，你做了什么？小三是我们的孩子，你就算是对我有气，也不能这么对孩子。唐昊快速冲向在地上翻滚的唐三，昊天锤震碎了所有的蓝银草，将其解救了出来。阿银直接道明目的，你的10万年魂环是我献祭给你的，将它还给我，你我两清。什么？唐昊始料未及，不要说你做不到，昊天宗绝学大须弥锤可以炸还。唐昊，你不会舍不得吧？阿银嘲讽地看向唐昊，你不是说你也没想害我吗？那就证明给我看。唐昊当然不可能答应，当初算计了那么久，他在纠结中左右摇摆了那么长时间，终于到手的10万年魂环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毁掉？他这个昊天斗罗能够在封号斗罗中扬名立万，昊天锤武魂是原因之一，10万年第9魂环是原因第2。不，阿银，我还有大仇没有报，在这之前我还得保留有用之身。我发誓，等我报了仇，我任你处置，哪怕是你要我这条命，我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。你看着阿银跟唐昊在这里反复拉扯，平静的来了一句：需要帮忙吗？此时阿银往后退，将战场交给你，有劳。别看阿银已经恢复了10万年魂兽修为，重新化为人形，但现在的他只有70级魂力。他之前之所以跟唐昊这么多废话，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打不过。你笑呵呵的走上前来，唐昊很高兴这么快又见面了。他之前在史莱克学院已经炸过一次魂，虽然炸掉的魂环经过几天时间的恢复已经复原，但想要再次施展炸环却不可能，因为大须弥锤的奥义就是如此，2次炸环之间至少要间隔36天。阁下，我与你有什么仇？为什么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我们父子？唐昊现在是真不想跟你开打，他的伤势更重了，之前都打不赢，现在就更别提了。首先，我与你们父子本来没有任何的仇恨，这一点你必须说明。虽然一开始就瞧不上唐三，但还真的没有想过要去针对对方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诺丁城武魂分店的魂师因为我的缘故死在了你手里，所以现在我们之间有了仇怨。我拿走了蓝银皇的魂骨，带走了阿银，你恨我是应该的，但你不该迁怒无辜之人，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帮他们报仇。你感觉唐昊这次应该是逃不掉，上一次交手要不是防备着他的大须弥锤，也不会被对方出其不意的带着唐三跑掉。唐昊不以为然，这天底下每天不知要死掉多少低级魂师，他们不过是蝼蚁一样的存在，你犯得着吗？看起来道理讲不通啊，那么我也只能略微动一下拳脚了。你直接开启第6魂技金身，摆出一副要跟唐昊正面拼杀的姿态，却瞬间发动第3魂技金木。当初暗魔邪神虎都被金木给控到死，但却只是让唐昊的精神恍惚了一下，你这才后知后觉的想起来，唐昊作为昊天宗的未来继承人，拥有全套的6块魂骨，虽然走的是纯力量爆炸的路线，但他的脑袋80%是融合了一块智慧头骨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你正准备再度出手，唐昊已经爆发抓起唐三右跑，你再度被他的操作震惊了。都说反派死于话多，自己也没很多话，这唐昊不该叫昊天斗罗，该改名逃跑斗罗。你严重怀疑下一次遇到，可能只要目光对上唐昊就会撒腿跑路。事实上，唐昊的举动让阿银也很震惊，在他的记忆中，唐昊一直都很勇。当初他跟唐啸、唐昊游历大陆的时候，每遇到危机，唐昊都是第一个冲上去，用极致的暴力将对手击败。可现在的唐昊却成了这个样子。抱歉啊，让人跑了。你有些惭愧的看了阿银一眼，本来还想着在美女面前秀一波的，你回想了下自己目前掌握的魂技，攻击性的魂技太少了。虽然第一魂技具备成长性，可以开发各种的战斗秘法，但这需要时间。后续的魂技不少都是辅助性质。你也终于意识到世界树为什么会接触武魂果实，这是在为自己的强大进行补充。不过在炼化第2武魂之前，得先把全身的魂骨给配齐全。噬魂珠皇跟死亡珠皇的2块魂骨吸收后，就只差1块躯干骨。至于外附魂骨这玩意儿，就是个运气的事。得知我姓，失之我命。对于你的致歉，阿银面露微笑，这并不怪你。你看了眼他精致的面容，讲实话有一点点心动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跟在你身边。这个回答让你十分开心。而在另一边，小舞3人则是有点抑郁。有阿银在这里，他们3个就仿佛是丑小鸭。既然如此，大家先在这里休息2天。你准备先融合魂骨，然后开发一下第1魂技的战斗秘法，说不定能弄出一点强大的爆发招式。最起码不能让人在你面前想逃就逃了。在这之前，你释放了第1魂技缠枝，以第2魂技催发生长作为身边的守护。除此之外，世界树领域开启。老祖宗说过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虽然阿银对唐昊、唐三出过手，但人心隔肚皮，你可不想阴沟里翻船。先是死亡魔蛛的左腿骨，完全没有阻碍，轻松融合，然后是噬魂魔蛛的智慧头骨。这一次你倒是感觉到了一点头皮发麻，但仅此而已。融合了2块魂骨，你明显感觉自己的魂力增长达到了一种瓶颈，这也就意味着你达到了斗罗大陆魂师修行的顶点。想要突破就得成神。随后你专心致志的在脑海中开发第1魂技，你感觉这个缠枝更像是世界树武魂的本命守护技能。至于后续的一个个技能，想了下冰火2仪眼内的那些仙草，还有冰火龙王的残魂，大概是世界树吸收了什么，便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。所以你的魂环技多数都是辅助的，这样的好处就是你跟一般的魂师不一样，不是脆皮，但同样的战斗技能就偏少了。或许该去找封号斗罗切磋一番，高手对高手才能成长。你突然想到了毒斗罗独孤博，这货虽然是最弱的封号斗罗，但他的毒却是群战的大杀器。原著嘉陵关一战他就毒杀了50万人，但你还是想弄死他，因为这人做事毫无底线。如果说唐昊是人家，那么独孤博就是渣中渣。就说这嘉陵关之战，那50万武魂殿的魂师必须死吗？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最终决战的输赢
营在制高战力的较量上，下面的士兵厮杀根本不影响大局，可独孤博愣是偷偷摸摸的对那些普通的魂师下了毒手，那就做一回杀人名医吧。随后你走出树藤，就看到阿银正在对小舞三人进行特训。阿银是70级魂圣，而朱竹清、宁荣荣是50级魂王，配上一个30级魂尊的小舞，在阿银的刻意控制下，一打3倒是打得有来有回。在你出来4人间的战斗落下帷幕，阿银的蓝银缠绕轻松将3人捆住。当然，不管是朱竹清还是宁荣荣都没有使用魂骨技，不然的话，即便是阿银估计也得喝上一壶。你修行完了，咱们现在离开吗？阿银绝美的脸上闪过欢喜，你眨了眨眼，没想明白这是什么情况。虽然自己复活了阿银，但两人之间的接触其实不多，他怎么就对自己这么亲切？免下，小舞3人解开束缚，也到了你身前，3双美眸里都带着欢喜的雀跃。不行，这些女人太勾人了。你迅速移开目光，决定立刻上路，目标天斗皇城，先去找独孤博，然后去蓝霸学院瞧瞧那个脑子进水的柳二龙。离开蓝银森林前，你突然想起唐三的蓝银草武魂，就跟阿银提了一句，小心唐三回来这里觉醒蓝银皇血脉。结果阿银当时就笑了，表示他之前已经收回了唐三体内的蓝银皇血脉。你回想起唐三被阿银的蓝银草缠住时那痛苦的惨叫，当时还以为是他太菜，现在才知道那是蓝银皇血脉被剥离的痛苦。这下可有意思了，唐三的双生武魂失去平衡会如何？若是修罗神在暗中盯着，会不会出手帮他一把？毕竟若是唐三没有双生武魂，大概率是不可能获得双神位的。海神不瞎再怎么也不会将自己的神位传给一个蓝银草武魂的小渣渣。天斗皇城城门口蓝霸学院招聘老师的广告很醒目，你想了下，决定先去应聘一下蓝霸学院的高级老师，然后再去天斗皇家学院转转看一看独孤雁跟叶玲玲。比起前者，你更看重后者，毕竟只要不死九星海棠就能把人给拉回来，这可是超级奶妈。到达蓝霸学院，在知道你跟阿银是来应聘老师的，并验证了你们的魂环后，对方就开心的表示可以带你们去见院长，只要院长认可了大家，以后就是同事。院长平时不住在学院，而是住在校外的森林那边。对了，见了院长尽量不要说太多，他的脾气不是很好。很快一行人就见到了柳二龙，30如许的模样，五官精致，就是精气神有点差，脸色苍白，一看就是郁结于胸的状态。院长，这2位魂师想要应聘我们学院的老师，这位阿银姑娘是70级魂圣，旁边这位许岩小哥是80级魂斗罗。柳二龙呆呆的看着你，仿佛失了神一般，你眉头皱起，这女人什么情况？虽然知道自己长得好看，但柳二龙对玉小刚可是爱的矢志不渝，甚至可以无视伦理大法。这样的女人不至于看到自己的脸就移情别恋太远。结果等柳二龙开口，你直接就一巴掌扇了出去。他居然说自己跟玉小刚年轻的时候很像。柳二龙这恋爱脑到底把玉小刚给美化到了什么程度？院长，蓝霸学院的老师没想到你一言不合就动手，更没想到他们眼里强悍无比的院长居然如此不堪一击。阿银不解询问，你为什么打他？你扯了扯嘴角，他侮辱我啊。阿银还是不懂，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。他的恋人叫做玉小刚，是他嫡亲的堂兄。至于玉小刚的长相，你问小舞他们就知道了。什么不会吧？这太扯了。闻言，小舞、朱竹清跟宁荣荣全都骇然了。小舞对玉小刚的了解最多，从心而论，他是瞧不上玉小刚的。一个29级的大魂师，却总是摆出一副自己很拽的样子，而且还长得很油腻。等小舞叽叽喳喳说完，柳二龙跳了起来，不准你们污蔑小刚，小刚的厉害你们根本不懂。你投过去一记白眼。我记得这位大师说过，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那么柳二龙院长，你可以说说玉小刚算什么吗？柳二龙一时语塞，不知怎么回答。若是承认玉小刚是废物，怎么可能厉害？若是不承认，那么岂不是意味着玉小刚的理论是错的？对了，柳二龙院长，其实来蓝霸学院，我更想知道你是怎么想。玉小刚是你的堂兄，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也要坚持你那所谓的爱情？你考虑过你的父母吗？哦，对了，你是玉罗冕的私生女，你恨他不会在乎他的想法，甚至可能会故意跟他反着来。那么你想过你的母亲吗？你做出这种事情，别人不会也不敢谴责你的父亲玉罗冕，那么所有的原罪都将落在你母亲的身上。你可真是个大孝女。这孝心一刀插的柳二龙一口老血喷出，你撇撇嘴，一脸嫌弃，连这点言语都承受不住，还想追求你所谓的真爱，真不知道是说你足够勇猛，还是说你足够愚蠢。毕竟当流言蜚语袭来的时候，你那个废物的堂兄是不可能跟你一起扛的，因为他习惯了遇事就跑。武魂废物不甘受辱，逃离宗门，进入武魂殿，勾搭了武魂殿圣女，想要将其带回家族，证明自己的价值，结果被人横插一脚，他又跑。我猜吸引他的应该是你的火龙武魂，若是你们结合，那么你们的后代武魂应该不会太差，说不定能生下拥有不弱于蓝电霸王龙武魂的子嗣。柳二龙在短暂的痛苦之后回过神来反驳，我不信。虽然不知道你是从哪儿知道我跟小刚之间的事情，但是你骗不了我，小刚对我的爱不会掺杂任何的利益，我们的爱天地可见。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你呵呵一笑，目光看向阿银等人，走吧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并不适合我们。等等，柳二龙却是忽然喊住了你们。蓝大学院的氛围还是很不错的，我们主要是招收平民子弟进入学院学习，我看你们也不是贵族，这里真的很适合你们。至于我的个人问题，我想并不影响你们在学院任教吧？不很影响。对于柳二龙试图招揽的言语，你一点都不感冒。柳二龙不服气，为什么？你双手一摊，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假如这个时候弗兰德跟玉小刚来到了这里，你会怎么选？再假如他们来之前被天斗皇家学院羞辱了，你又会怎么做？柳二龙望着你，表情很纠结，眼前的男人是他生平见过最好看的，甚至于有点动摇了他对玉小刚的感情，这让他感觉很不对劲，但是他又不想这个男人离开。你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自己吞了玉小刚武魂中的黄金圣龙血脉，此刻这黄金圣龙果实正在世界树的树枝上挂着，这女人该不会感觉到了什么吧？走走走，赶紧走。
你麻溜的招呼阿银他们离开这里。虽然柳二龙的确是有几分姿色，但脑袋有毛病，所以还是敬而远之为妙。柳二龙这次没有再拦，他还在思考你问的问题。此时天斗皇家学院内，原本作为精英老师的秦明已经退居2线，成了辅助老师。学院准备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队伍已经由大师接手。至于弗兰德、赵无极等人各有各的分工，但都是围绕着大赛队伍忙活。马红俊凭借他的邪火凤凰武魂成了1队的正式队员。不过玉小刚一直在等唐三归来，他努力培养天斗皇家1队，目的就是为了给唐三培养崛起的队员。唐三的蓝银草武魂可控可攻，若是他在队伍中比独孤雁这个碧灵蛇武魂能发挥的作用更大。当你们来到天斗皇家学院门口，守门的魂师护卫很乖巧的没有拦路。一个男人带着4个各具特色的美女，这样的人肯定是了不得的大贵族。一行人进入没多久就被雪崩知道，他带着一帮贵族子弟连忙赶过来，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你瞄着眼前的男人笑了，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就要死了。大胆来人！雪崩跟他身边的人瞬间动怒，有呵斥的，有叫人的，总之就是乱糟糟的。你猜当你大哥知道你一直在伪装纨绔，他还会不会让你继续活着？雪崩脸色瞬间变了，他伪装纨绔就是为了让太子相信他是无害的，不会威胁到对方。可若是这事暴露，他那位好大哥很可能会让他悄无声息的死去。可笑的是，即便是他死了，他的好父皇也不会为他主持公道，因为天斗皇室只需要一个活着的太子。阁下到底是谁？与我有什么仇怨？雪崩目光犀利地看着你，双手握拳，已然在极力压制。而跟在雪崩身后的一帮贵族子弟也都战战兢兢，他们都在后悔为什么要跟着过来。这些话是他们这种身份的人能听的吗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想死还是想活。你很轻松就拿捏住了雪崩，看得出来阁下的实力不弱。若是想要杀我，或者是想要告密，根本不需要跟我说这么多。阁下想要什么就直说。雪崩在短暂的慌张后很快恢复了理智。我讨厌聪明人，你这样显得我好像弱智。你抬手，一根树藤飞出，将对方缠绕掉了进来。雪崩傻眼，搞不懂这是要闹哪出。我知道你跟你叔叔血腥亲王的关系很好，你装纨绔也是他的主意。正巧我需要血腥亲王帮我找一个人过来。找谁？独斗罗独孤博，我答应你。雪崩毫无节操的应下，你并没有因此将他放下，而是看向他的那些跟班。你们去传话。一帮贵族子弟听到这话，连忙撒丫子跑路。不一会儿，独孤博还没来，但天斗皇家学院的3位教委却带着诸多老师赶过来。看到混在人群里的弗兰德、赵无极等人，你都忍不住乐了。经过自己的一番掺和，这剧情变化有点大。史莱克学院的人居然集体加入了天斗皇家学院，难道不该是他们被羞辱一番，然后跑去蓝霸学院吗？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？同来的不单单是学院的老师，还有天斗皇家学院1队的队员。你瞧见了深紫色头发、绿色眼眸的独孤雁，也瞧见了戴着面纱、蓝色长发、蓝色眼眸的叶玲玲。人群里，弗兰德等史莱克众人看到你，全都一脸的苦涩，觉得自己是真的倒霉，怎么到哪都能遇到这个。3教委之一的梦神姬率先开口：“阁下可否先把4殿下放下？”弗兰德赶紧点明了你的身份。梦神姬教委，这是一位封号斗罗。听到这番话，梦神姬连忙赔礼，重新见礼。你摆了摆手，无需客气，我只是来找人的。刚巧这位4皇子有点跋扈，我顺手教教他做人的道理，不用谢我。被吊起来的雪崩人都快吓傻了，他刚才居然想找一位封号斗罗的麻烦，越想越怕，越怕越想。终于，雪崩的身下传来了滴水的声音，真恶心！你直接催动树藤将雪崩给远远丢了出去。在场的人很多，也没人敢过去扶起雪崩。这时血腥亲王来了，独孤博同行，是谁想找死？血腥亲王看到被摔在地上昏死过去的雪崩，立刻勃然大怒。独孤博立即站在了你的对面，你不以为然。独孤博，我劝你在出手之前考虑清楚。独孤雁也冲了出来，拉住了独孤博，生怕他出手。自家爷爷可是被称为封号斗罗里最弱的存在，他不知道对方强不强，但他不敢比。爷爷这位前辈也是封号斗罗，是雪崩先招惹了这位前辈，是他咎由自取，您不能是非不分。血腥亲王听到这话也是傻眼了，他是让雪崩假扮纨绔，但没有让他找死。封号斗罗那是他能随便招惹的吗？免下，晚辈无知，还请恕罪。血腥亲王怂得贼快，作为封号斗罗，独孤博也是有自己的傲气的。他站在那里，目光平静地看着，不知道阁下找老夫所为何事。如果你只是一个人，他或许还要投鼠忌器，但带了同伴，那么他就有了能让你忌惮的毒。他的毒对于封号斗罗的杀伤力要弱些，但对于封号斗罗之下的魂师堪称无解。碧灵蛇的毒本座可以解，但本座想问一下，毒斗罗能拿出什么诚意？你的话没头没尾，众人都是一脸的疑惑。可独孤博听明白了，你想要什么？跟我打一场，既分高下也决生死。你赢了，我帮你跟你孙女解毒；你输了，你的命我就收下了。你孙女的毒我依旧会帮忙解。好，独孤博没有任何犹豫，答应的十分干脆。独孤家族成也碧灵蛇，败也碧灵蛇。到他这里，曾经强盛的独孤家族只剩下他跟孙女2人，而独孤雁身上的碧灵蛇毒，随着他的实力提升，也会越来越强，最终让他英年早夭。独孤博想尽了办法，却无济于事。武魂觉醒毒就开始在体内堆积，根除不尽。如今对方说能解毒，独孤博丝毫不怀疑。一位封号斗罗没必要骗他。那么落日森林一战，2人的交手如果发生在城市内，一旦碧灵蛇皇的毒素爆发，被波及的死者将不知凡几。你没有带着阿银他们一起离开，而是留下了4个手环。若是有人对他们出手，这手环就会化为树藤主动攻击。即便是封号斗罗猝不及防下，也得吃大亏。在你跟独孤博离开没多久后，千仞雪假扮的太子雪清河也赶到了天斗皇家学院。在了解到事情的经过，尤其是知道自己这个好弟弟一直都在假扮纨绔后，当时就让手下人送他回去。慢着，血腥亲王开口拦住了雪清河的侍卫。太子，雪崩的事情还是我来处理吧。血腥亲王这个时候站出来，显然是彻底站到了太子雪清河的对立面。皇叔确定。雪清河表情平静，但眼神中蕴含的那股子冷意，让血腥亲王心里打了个冷战。可
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那么就劳烦皇叔照看好四弟，千万别让他出了什么岔子，不然这个责任皇叔你担不起。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。然而血腥亲王还是坚持，对于这皇家的内斗，包括天斗皇家学院的3位教委在内，所有人都是冷眼旁观。他们效忠的是天斗皇室，至于谁继承雪夜大帝的位置，他们并不关心，反正都是雪家人。此时落日森林内，独孤博已经开启武魂真身，并且上来就施展了他的魂骨技美杜莎的凝望。然而没卵用，他射出的石化射线进入世界树领域范围便失去了效果。这时你心头莫名浮现出一种关于五行深刻的感悟，世界树领域在这一刻产生了某种神异的变化。独孤博紧接着发动了第8魂技时光凝固以及第9魂技碧灵蛇光，这是他最强的手段了，结果还是无效。到这一刻，独孤博也发现了你的异常，在你的周围有淡淡的绿色光泽在闪耀，然后又转化为火红色、土黄色、金白色、黑色，最后又化作了绿色。慢慢的5种颜色开始交融纠缠在一起。独孤博只知道对方应该是在突破，他干脆守在了旁边，自己败了死就死吧，毕竟年纪不小了。但只要能解了孙女的碧灵蛇毒，让独孤家的血脉不至于断绝，你沉浸在特殊的状态中，能感觉到世界树领域的变化，更能通过这种变化感受到世界树的雀跃。换言之，你即将突破100级，成神会有雷劫降临。你缓缓睁开眼看向天空，此时上方已经有乌云在翻滚。独孤博离远点，等会儿会有雷霆降临。你本来是想弄死独孤博的，但没想到的是他的出手竟意外引动了世界树领域的进化。也就是说，你欠了独孤博的阴谋，那么留他一命也不算什么。反正你一旦成神，独孤博的毒就是小儿科了。在他远离之时，一道雷霆从天而降，轰然砸在了你的世界树领域之上。你本以为这雷劫会很难扛，但真实的情况却是雷霆的力量完全被吞噬，成为了世界树领域的一部分。也是在这一刻，你明白了世界树武魂的部分真谛。最初的时候，只能通过从外界汲取营养成长，同时反哺本身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想要世界树构筑的世界足够完美，那就必须汲取所有属性的力量，例如五行、阴阳、时间、空间。当你承受着雷霆轰击时，远处观望的独孤博都傻眼了，这样的雷霆他一下都扛不住，对方这实力极限斗罗也比不过吧。独孤博忽然就有点沮丧，他之前到底是哪来的自信，居然跟这样的前辈交手。此时落日森林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，天斗皇城内无数魂师朝那赶去，这么神奇的天地异象，说不定是有什么奇珍异宝出世。而雪清河也是悄然给他身边守护的2位封号斗罗刺豚蛇矛传出消息，示意2人立刻前往。宁荣荣急切之下打算联系7宝琉璃宗的2位爷爷剑斗罗跟古斗罗，不急，阿银伸手拦下他，抬手指了指手腕上的树藤手纹，这个完好无损也就意味着免下无恙。可是阿银姐姐万一呢？没有万一。阿银很坚定的开口，她大概能感觉到你的强大，仿若高高在上的神奇，甚至于比起几10万年修为的魂兽都强。落日森林中，独孤博已经是一次次后退，那雷劫的威力太残暴了，有种天地都在震怒的感觉。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心里有所猜测，你在面对什么，但又觉得不可能，毕竟成神是多么遥远的事情。此时此刻，大量的魂师赶到了落日森林，却都只能远远观望。千仞雪身边的刺豚蛇矛也到，他们隐藏行迹，躲在暗处不敢靠近。7宝琉璃宗的剑斗罗古斗罗也来了，在他们的身边则是宁风致。天斗皇室的供奉们也是纷纷登场，但都没敢闹出大动静。雪夜大帝没有过来，但却在皇宫之中遥望这边。你能感觉到来自整个斗罗星的敌意，因为世界树成长需要汲取其资源，令斗罗星的位面意识本能地察觉到了危机，甚至在遥远的神界，一众神明也遥遥注视过来。而在他们的眼里，并不是一个魂师在赌雷劫，而是一尊魂兽。正是世界树武魂的伪装效果在发动。你在感知到斗罗星位面意识的抵触后，就明白自己想要通过渡劫成神有点难了。这要是继续扛下去，天知道会不会让斗罗星的位面意识发狂。果然，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，还是要苟着。那就如他所愿，你的身影慢慢遁入地下，然后催生了一根树藤，以第2魂技生长加持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又被雷劫大量摧毁，树藤一点点归于寂灭。至于世界树领域，也被你收回，只是笼罩自身。斗罗星的位面意识瞬间感知不到你的存在。至此，天空的阴云散去，而你躲在地下，感受着自身的变化。现在你已经跨越了封号斗罗的桎梏成神，但有点不爽的是，并没有取得神位。按照神界对神奇的等级划分，你是最低级的神官。当然，如果论战力，你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跟3级神奇甚至是2级神奇掰掰手腕。雷霆消散，无数的魂师冲向雷劫现场，然而只见到一棵造型怪异被劈死的树藤，再无其他。你注意到了赶到现场的人，但没有露面，而是悄然给独孤博传音，让他立刻回去天斗皇城。随后，你催动那已经死去的树藤，重新焕发了一点生机，翠绿的嫩芽枝条一点点生长出来。这么多人前来看你渡劫，自己好歹也得给他们留点好处不是？雷击中陨落的树藤在毁灭之后的新生，这样的场景是具有震撼效果，当然只有封号斗罗才能体悟。就比如剑斗罗这老小子，就在刹那间顿悟，他许久不曾突破的等级终于破了。这一刻，现场所有魂师都感觉到了一股极致的剑道杀意。隐藏人群中的刺豚跟蛇矛第一时间选择了撤离，并且将消息传递出去。剑斗罗突破对武魂殿来讲可真不是什么好消息。与此同时，你悄然离开，回转天斗皇城，在途中截住了独孤博。我的命是你的了，他直接放弃了反抗。希望你能记得你的承诺，这好叶儿。你摇了摇头，独孤博，我欠你一个因果，所以我不会杀你，但我需要你立下一个誓言，除非在危及生命的前提下，不得在战场上全力施展你的毒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独斗罗独孤博以武魂起誓，此生绝不会在任何战场上全力施展我的毒，哪怕是死。这誓言可是比你要求的更加苛刻了几分，但独孤博并不后悔，只要能解毒，那么他余生唯一的念想就是守着孙女，看他嫁人，看独孤家的血脉能够传承下去。你不由得高看了对方2眼，既然如此，独孤博跟唐三之间应该就没有那什么所谓的忘年交孽缘了吧？若这样都还能让2人扯上关系，那你也只能早点送独孤博回归平凡了，毕竟没了毒的独斗罗啥也不是。回到天斗皇城，你忽然产生了一丝恶趣味，独孤博想不想看看没有你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？独孤博能说啥？这话看似询问他的看法，实则
他都不能拒绝。你直接拽着独孤博就找了一家饭馆，高价买了2只鸡，然后开始了妆造。首先将他的衣服变得破破烂烂，身上割出一道道伤口，看着极为瘆人。鸡血泼在身上，让他的样子更显凄惨。好了，现在开始你就不能动了，放心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的魂力气息。我说你死了，你就是死了。你开启世界树领域，笼罩独孤博，给他加了一个伪装，并用树藤将他捆绑起来。阁下，你这到底想干什么？独孤博是真的很气，他活了这么大岁数就没这么丢人，你难道就不想看看玉天恒对你孙女是不是真心的吗？你一句话就让独孤博不吭声了，老老实实的配合演出。很快，你用树藤吊着独孤博回到了天斗皇家学院。众人看到你安然无恙归来，而独孤博气息全无，全都瞪大了眼睛。一位封号斗罗就这么陨落了。爷爷，独孤雁看到这一幕，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。他疯狂地冲向你，同一时间，碧灵蛇武魂开启施展3魂技碧灵子力。然而一点风浪没掀起来，就被世界树领域吞噬。你抬手一挥，一根树藤飞出，轻松缠住了独孤雁。小丫头，我跟你爷爷是公平决斗，既分高下也决生死。你这样冲上来，真的不怕死吗？独孤雁仇视着你，你最好是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我一定会为我爷爷报仇的。你呵呵一笑，你爷爷的武魂进化成了碧灵蛇皇，尚且不是我的对手。你区碧灵蛇武魂本身又中了武魂之毒，这辈子能不能活过30岁都未可知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爷爷约好了，他跟我打一场，我要给你解毒。那么如此一来，我对你也就有了救命之恩。若是你还要杀我，你觉得合适吗？独孤雁愣在当场，他很想有骨气的说不用你解毒，可是不解毒他就没有机会成长起来。但若是让你帮着解了毒，那他就欠了救命之恩。对救命恩人下杀手这种事情他做不来。天恒，独孤雁不知道要怎么抉择，于是看向了恋人。然而以往对他百般呵护的玉天恒此刻却是扭过了头。天恒，独孤雁再度开口，声音里已经带着一丝的难以置信。他并不傻，已然通过玉天恒的反应看出了对方此刻是想要跟他划清界限。在所有人沉默的时候，叶玲玲忽然开口：燕燕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玲玲旁边，玉峰急声开口，想要拦下叶玲玲。对方可是封号斗罗，这样的存在哪里是他们能招惹得起？你看向撇过头去的玉天恒，小伙子，你是玉小刚的侄子吧？你作为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继承人，爷爷可是雷霆斗罗上3宗1等1的强者，有这样的靠山，你这会儿这么沉默是为什么呢？还是说你跟你叔叔一样，也是没有担当，遇到事情就跑了性子？玉小刚第一个听不下去，眼下此言差矣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当初跟比比东在一起的时候，不是遇到一点事情就跑吗？后来遇到你堂妹柳二龙，不还是遇到一点事情又跑吗？还是说这其中有什么隐情？玉小刚沉默了，跟比比东的就是明明是对方先对不起他的。至于柳二龙，他又不知道那是他的堂妹，他心里有千言万语，但没办法说。首先，比比东今非昔比，乃是武魂殿教皇，他们之间的就是若是传扬，看来还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。至于柳二龙，自己号称武魂理论无敌的大师，总不能说没想到他的火龙武魂跟蓝电霸王龙家族有关吧？玉天恒看到二叔被羞辱，终于不再选择保持理智。冕下，我并非是没有担当，而是您跟毒斗罗冕下有过约定，不会伤害燕燕。但是您跟我们没有约定，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插手这件事情。虽然家族是封号斗罗，但他老人家毕竟不在这里。若是您要收拾晚辈，我根本没有能力抗拒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话听着很冠冕堂皇，只是内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就不好说了。你摇了摇头，这货的表现还不如唐三呢。至少唐三面对自己为了小五也是敢于出手，虽然有点不自量力，但至少勇气可嘉。有道理。你扭头看向独孤雁，将她稳稳放在地上。小丫头，我答应过你爷爷会给你解毒，当然你可以选择不用我帮忙，这样你便可以名正言顺的向我复仇。燕燕选择解毒，活着才有希望。叶玲玲站到独孤雁的身边，小声劝她：小丫头，你这九星海棠武魂挺有趣的，只是遭了天度被诅咒了。怎么样，想不想本座帮你解除诅咒？你是真的挺馋九星海棠的。这武魂足以称为武魂界的最强奶妈没有之一，但每一代只能有1名继承者，而能同时活着的只有2名九星海棠魂师。此刻叶玲玲动容了，您真的能解除诅咒吗？你笑着点了点头。本座有必要骗你吗？叶玲玲站到你面前，躬身行礼，请冕下出手相助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独孤雁也冲到你身前，急声开口：我不解毒了，你把对我爷爷的承诺用在帮玲玲解除诅咒上可以吗？小丫头，不要想太美，你可没资格让本座改变承诺的内容。你对于这丫头打的什么算盘也是能猜出一二的，她还是想着将来帮独孤博报仇。这老头还真的是养了个好孙女吧。在独孤雁纠结沉默时，千仞雪假扮的雪清河上前行了一礼：晚辈是天斗帝国的太子，冕下可否听我说几句？你扫了千仞雪一眼，嘴角微微翘了翘。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本座不是很喜欢，所以你什么都别说，乖乖的站在那里就好。千仞雪眼神中闪过一丝惶然，自己的伪装居然暴露了。可是他的伪装连他的爷爷99级极限斗罗都看不懂，难道眼前的人比他老人家还要强？你的目光再度落在独孤雁的脸上，小丫头，赶紧的告诉我你的决定，我可没心情跟你慢慢好。我解毒。独孤雁想好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以他的资质，即便是解了毒，也未必能战胜对方，但他可以等，要么是一个机会，要么是一个人。你笑着点了点头，很好，那么你们2个小丫头现在可以跟我走了。这时千仞雪又一次开口：冕下应该是第一次来天斗皇城吧？晚辈在城内有一处闲置的行宫，可以送给您暂住。真会来事儿，你也不客气，带着几人直接入住了行宫。独孤雁在进入行宫后，便跪在了你面前，求你把爷爷独孤博的尸体还给他，好得以入土为安。老头交给你了，你解除捆住独孤博的树藤，让他站在了独孤雁的面前。燕燕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是那小子非要我装死的，你可没心情管这祖孙俩的交流，而是在琢磨怎么
解决叶玲玲的问题？要解除九星海棠武魂的诅咒，就得对抗天地规则。有人说九星海棠也是跟七宝琉璃塔一样，都是武魂退化，你感觉却不是这样。九为数之极，九星海棠武魂应该是太过强大，遭了天毒，想要摆脱这种诅咒，要么退化，要么异化。但这样一来也就废了。可惜九星海棠武魂活着的只有2个，想要做个实验都得小心翼翼。你决定先找几个犯了死罪的魂师测试一下，这个事情就需要千仞雪这个冒牌天斗孩子配合一下。你当即传音独孤博，让他去找一下雪清河。独孤博刚安慰好了孙女，就被你差遣跑走，但他又不能不答应。一则是打不过，二则是他跟孙女身上的毒还需要对方帮忙解决。随后独孤雁便去找了叶玲玲，将自己爷爷还活着的好消息告知对方。叶玲玲人都傻了，那么先前在学院的那一切算什么？玉天恒若知道毒斗罗还活着，又会作何感想？便燕队长那里，闻言独孤雁的好心情瞬间散去。当时玉天恒的反应让他心寒，曾经让他心动的冷静，此刻都成了让他恶心的原因。他甚至已经无法分清那到底是理智还是在逃避，没有担当。玲玲不提他了，经过这次的事情，我算是彻底明白了，什么情情爱爱都是假的，只有实力才是真的，也是唯一能给我们依靠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努力修行，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封号斗罗。独孤博回来的很快，在他的身边跟着的正是千仞雪假扮的雪清河。有劳了，你们祖孙身上的毒等我这边的事情忙完就着手给你们解，但想要根治2人身上的碧鳞蛇毒不是那么容易，除非是武魂进化到能够完美控制一身毒素的程度，不然的话还是要继续中毒。至于让2人的武魂失去毒性，除非更换之前的魂环跟魂技，不然的话2人基本就废了。独孤博号称毒斗罗，一身的本事就成在毒上，而独孤雁都是走的毒系控制系魂师的路子，一旦没了毒，他这魂尊的实力就全废。怎么治疗2人还得看2人的选择，治标还是治本。等独孤博离开，你才看向千仞雪。在本座面前，你这伪装还是去了吧。相比面对一个模样没什么出奇的男人，你更喜欢看美女。武魂殿千仞雪拜见陛下。他没有狡辩，甚至没有召唤刺豚跟蛇毛斗罗现身，直接恢复了本来面目，一个姿容出众的金发妹子，甚至眼眸都是金色。你直接开门见山，此番请你过来是有个事情需要你帮忙，只要晚辈能帮得上忙，您尽管吩咐。千仞雪心中一喜，这可是能跟这位强大的封号斗罗搭上关系的好机会，他可不能错过了。我需要一些死刑犯，最好是魂师，我要做几个实验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，眼下什么时候需要？千仞雪不带任何的犹豫，死刑犯还有机会贡献一份力量，也算是死得其所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你要尽快了解自己的世界树领域，如此才能对现在的实力有个准确的定位。在千仞雪离开后，你又找上了独孤博跟独孤雁，关于你们的武魂之毒有2个解决办法，看你们怎么选。第一，让你们的武魂进化到能完美掌控毒素，不会让毒素逸散影响到你们的身体，这法子能让你们的实力在当前的基础上得到大幅度提升。美中不足的是，若你们的后代武魂血脉退化，这个武魂之毒会重新冒出来。独孤博跟独孤雁都翻了个白眼，这法子治标不治本，没啥用。你注意到2人的表情也挺无语，我说你们2个最好搞清楚，我只是说帮你们解毒，没说帮你们家族都解毒。眼下那第2个法子呢？第2个办法就是我彻底解掉你们的武魂之毒，从此你们的武魂不再具有毒性，这样你们的子孙后代也将再不用担心武魂之毒的危害。你们可以商量一下，看看怎么选择。当然还有一种法子，就是把毒素逼进魂骨之中，这就更加治标不治本。那被逼入了毒素的魂骨一旦受损，必死无疑。独孤博很快有了决定，第2个办法，碧鳞蛇武魂也该成为历史了。一代代的族人死在武魂之毒下，之前他送走了自己的儿子，不想再经历一次这样的痛苦。你赞许的点了点头，恭喜你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。不过我暂时还不能帮你们解毒，在这之前我需要做几个实验，说不定可以帮你们重新凝聚魂技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独孤博跟独孤雁都是一脸的难以置信。拜托不要这么激动，本座的手段是你们无法想象的，神界的神奇也得遵守斗罗世界的规则，但当世界树领域展开便是你的世界。独孤博可太激动了，若是你真的能改换我们的魂技，那么老夫这条命从此都是你的。独孤博，我要是你，就趁这个时间好好想一想，到底要怎么搭配你的魂技。对，是得好好想想。独孤博老脸笑成了一朵菊花，独孤雁则是一直处于懵逼状态。在这之前，他可是走的毒系控制魂师的路线，若是他的魂技改变，那他是要做辅助魂师，还是要做强攻系魂师？这的确是需要好好考虑的。你笑笑抽身离开，千仞雪的死刑犯也不知道啥时候送过来。在这之前，或许可以去七宝琉璃宗走一趟。宁荣荣得知后顿时喜笑颜开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只是没等你们出门，宁风致已然带着剑斗罗跟古斗罗到了这边。爸爸见爷爷，古爷爷。宁荣荣欢喜地冲到了3人面前，直接开启了自己的魂环。黄红黑5道魂环可是把宁风致跟剑斗罗、古斗罗看傻眼。10万年魂环，万年第4魂环，50级魂王。宁荣荣得意洋洋地开口：“我厉害吧？都是冕下的功劳。我的第3魂环是10万年天青牛蟒陷阱，嘿嘿，我现在可厉害了。”宁风致则是紧张的一把抓住宁荣荣的手：“荣荣，你的第3魂技是什么？”爸爸，我的第3魂技不是增强魂力的，而是封困。七宝琉璃塔可以分化3座小塔封印困住对手。前一刻有多欢喜震惊，此刻宁风致就有多绝望。完了，爸爸什么完了？宁风致一脸的苦涩。荣荣，你可知道为什么七宝琉璃塔只能做辅助武魂？因为我们的前辈已经证明过，若是七宝琉璃塔不做辅助武魂，施展任何攻击性技能都会导致其走向破碎，这是天地对七宝琉璃塔武魂的限制。荣荣你，曾经宁风致对宁荣荣寄予厚望，认为他将扛起七宝琉璃宗的大旗，可现在看来他的武魂已经废了。这时你走到近前，宁宗主，其实你也不必这么绝望。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若是进化到9宝琉璃塔，宁风致看向你，眼下并不了解我们七宝琉璃塔的历史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不怪您，您也是一番好心，以后荣荣就拜托您了。说完，他毕恭毕敬地对着你行了一礼，这话这动作分明就是在心里做了决定。宁荣荣将不可能继承七宝琉璃宗，古斗罗对这个孙女还是有几分真心实意的。风致，荣荣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下？反正我老头子只认荣荣。古叔，宁风致看向
向古斗罗一脸的为难，他也不想放弃女儿，可他能怎么选？现在宁荣荣注定没了前程，让他继续留在七宝琉璃宗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。老骨头，你少说2句吧。剑斗罗心里同样舍不得这个宠爱了10多年的孙女，但是他心里也清楚，一旦宁荣荣的武魂废了，继续留在七宝琉璃宗是祸非福。他们还在的时候可以护着他，但他们终究是老了，总有一天要离开的。爸爸见爷爷，宁荣荣很伤心，他不明白宁风致跟剑斗罗心中所想。你没有在说什么？有些事情说的再好听，没有落到实处，也不过是空中楼阁。三人最终还是离开了。宁荣荣的情绪变得很低落，倒是阿银看明白了，便上前宽慰：荣荣，你要相信眼下，他既然让你走了这条路，那么肯定会帮你安排妥当。别忘了，他甚至能赐予你们魂技。阿银姐姐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见爸爸他们？宁荣荣迫切的想要回去七宝琉璃宗，证明七宝琉璃塔也是能成为战魂师的。这个嘛，要看冕下是怎么安排的。当然，你也得努力修行。宁荣荣顿时跟打了鸡血一样，表示自己现在就开始努力修行。千仞雪的动作还是挺快的。傍晚时分，刺豚跟蛇毛2人便带着一队侍卫押送20多名死刑犯魂师赶到了行宫之外。你立刻就开始了试验，有人是单纯的玻璃魂技魂环，也有人被赐予了新的魂环魂技。20多死刑犯，20多种情况，但这并不够，还需要大量的数据验证。好在千仞雪在天亮时又送了一批死刑犯过来，你持续进行试验，甚至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拥有七宝琉璃塔武魂的家伙。对于他，你重点照顾了下，然后验证了一件事情。宁风致说的没错，七宝琉璃塔如果直接加攻击性魂技，只要使用1次就有破碎崩溃的迹象。随后你给对方第一魂环赐予了坚韧的辅助魂技，这人在使用七宝琉璃塔施展攻击性魂技，总算是没了破碎崩溃的迹象。你已然明白，除非改变七宝琉璃塔的本质，不然无法突破天地规则限制。但这样一来，这就不再是七宝琉璃塔。不过这对你来说毫无影响。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总归是要进化为9宝琉璃塔，在这个过程中融入一点坚韧的特性很合理。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，你不断做着各种实验，验证了诸多猜想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数据，那么可以进行改造了。最先站出来的是独孤博，这位封号斗罗为了孙女也是拼了，哪怕是知道你已经做过很多实验，他也亲眼见证，可还是担心会出什么纰漏，因此坚持作为第1个试验品。你自然不会反对，看在你老头还是个很有担当的性子，就不坑你。你果断以世界树领域笼罩独孤博，引导碧鳞蛇皇武魂开始进化，并将世界树领域模拟的黄金圣龙血脉融入其中。等到进化结束，独孤博一举突破了95级。最神奇的是，连带着他的魂环年限也成长，魂技更是跟着发生了改变。这种变化是你在之前的试验中没发生过，难道是封号斗罗独有的变化，还是因为碧鳞蛇皇连续进化了2次？这一刻你才意识到自己做的实验样本还是太少，那些死刑犯的武魂都太过普通，唯一还算不错的就是七宝琉璃塔，但你不曾对那人的武魂进行过进化，你觉得还是要再来几次试验，得确保宁荣荣的武魂不会出现任何的异常。毕竟小丫头可是自己最早的追随者之一。独孤博的武魂进化成功，再处理独孤雁就更娴熟。同样的，他的武魂也进化成了黄金圣龙。如此一来，斗罗大陆第1兽武魂也该从蓝电霸王龙变更为黄金圣龙了。若是玉天恒知晓这事，那么肯定会很好玩。眼下谢谢你。独孤雁感受到自己的武魂变化，又照了镜子，发现自己的一头紫色都变成了金色，眼眸也变成了碧绿色，却不是因为中毒产生的绿色，而是纯粹的金发碧眼。叶玲玲看着也是激动不已。眼下若是我的武魂诅咒消除了，那么我妈妈的能不能请你也帮忙解决一下？可你很有范儿的回了一个字，助人为乐，这种事情你是极乐意的，毕竟这种超级奶妈多一个总是好的。武魂殿教皇殿，比比东拿到了天斗皇城的最新情报，眉头微微皱起。关于这个许言，还是什么情报都没有吗？菊斗罗沉吟片刻，缓缓开口：教皇陛下，索托城的武魂殿有过一次记录，就在几个月前，一个叫做许言的6岁小男孩登记成为魂师，领取了几次的魂师补助，在之后就再没去任何一处武魂殿领取过补助。属下推测，对方大概率是已经遭遇了不测，跟天斗皇城的这位封号斗罗不可能是同一个人。比比东目不转睛地盯着菊斗罗，你就没想过万一吗？怎么会有这种可能？几个月时间从魂师到封号斗罗，可若是他一开始就是封号斗罗呢？总之去查吧。比比东没有再跟菊斗罗探讨这个问题，而是直接下达命令，整个斗罗大陆的封号斗罗甚至魂斗罗武魂殿都有记录，但现在却忽然冒出了一个神秘而强大的封号斗罗，由不得比比东不住。最重要的是，对方跟千仞雪有了联系，甚至跟玉小刚也发生过纠纷，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。比比东怎么可能让自己对他没有任何的了解？